王爷，姑娘是对龙凤胎，女婴体弱，估计活不成，该怎么处置？剁碎了喂狗。为什么？云川，你怎么忍心残害我们的孩子？虎毒少姐不识子呀！江之月勾搭自己的姐夫，不得好死！新婚当夜，你已非完毕。若不是因为将军府兵权，本王又岂会娶你这残花败柳？腹中还怀了野种，本王岂能容你乱我皇家血脉？结婚之夜没有？难道那个人不是宁云川？怎么会？姐姐，你莫要怪王爷心狠，谁叫你生性放荡不知收敛，还给王爷戴了绿帽子？姐姐莫不是忘了破庙中与人如何欢好？是你塞进我，天了！王爷救我！贱人！一剑刺下。王爷，宫中急召。王爷尽管放心入宫，这里知月会处理好的。你竟敢伤了我的脸，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一双儿女是被怎样折磨致死。把准备好的毒药端上来。不要，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姑娘，这女婴没气了。没用的东西，扔了，将男婴带到我院中继续。孩子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什么孩子？他不是死于实验室爆炸了吗？还不待他回神，大量的记忆涌入脑海。原来他重生到了同名同姓的将军府嫡女江穗婉身上。从小不习武艺，反而喜欢研习医术，意外救了外出重伤的云王宁云川。圣上赐婚，不曾想大婚之夜被堂妹设计送到郊外破庙，被破了身，又送回新房。婚后宁云川从未对他红过脸，细心呵护他，便把真心交付出去。直到今夜才看透了两人的真面目，却死于非命。整理清了思绪的江穗婉，21世纪的空间也随他而来。我会为你们主仆报仇，安心的去吧。转身抱起被扔在地上面色青紫的女婴，还有呼吸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救命啊！有个爷，找到小世子了。属下等赶到时已晚，小世子已被他们灌了7、8种毒药，危在旦夕。他也是本王的骨肉。根据暗线消息，云王妃怀的是龙凤胎，只是属下等赶到时太晚，云王妃已遇害，就连小郡主也未能幸免。百丈，到天之要将上侯老头抓来，他是怎么死的？云王妃被剖腹取子，血尽而亡。安排人将云王私自买卖官职、收敛钱财一事捅到父皇面前。明日我要听到整个云王府被烧为灰烬的消息。4年后，这株是龙葵，咦，还有金线莲，这可是素有药王之称的好药，娘亲见了一定高兴。听说了吗？江大将军来信了，说是派人来接姑娘与小小姐去京城呢。白云姐姐，是真的吗？小小姐！嘻嘻，娘亲，看，拿到金线莲了。我之前说过什么？你可曾记得？知道，不许小凤儿去高处，会摔了胳膊断了腿的。可不是有娘亲吗？娘亲可是江湖鼎鼎有名的鬼手啊，有娘亲在，小凤儿才不怕。娘亲，我们真的要去找外公了吗？小凤儿真的好想外公。4年了，是该回去了。1年前，原主父亲江大将军被敌军下毒暗害加偷袭，重伤垂死，被江穗婉机缘巧合救下。江大将军对他一见如故，便将其收为义女。世人皆知云王妃生产之际无意失火被烧死，江穗婉自然不会揭露自己的身份。去收拾东西，明日启程。多一刻，娘亲可不得你。白云绿柳不许帮他。宁云川、江之月，你们准备好还债了吗？姑娘，莫怕，看来有些人并不想我们回到将军府，照顾好小凤儿。顷刻间，杀人的变成被杀的，仅留2个活口。就在这时，钻出一个小小的身影，跳上了江穗婉的马车。小世子，那不是回城的路，你莫要再乱跑了。紧接着，又是一波刺客悄然现身，将跟在小世子身后的丫鬟婆子尽数斩杀，眼露杀气的逼近马车。这些人还真是阴魂不散，他们不是冲我们来的。嘿，
小哥哥，你要去哪儿？外面很危险。放手！我要去找我娘亲。想死的话尽管下来。他手中微微用力，黑金锁缠住死士的脖颈，瞬间脖颈便被勒断。誉王之子的人在马车上，背后的人可是说了，谁能取得誉王之子的人头，赏黄金万两。誉王之子，谁不知道誉王宁衍权势滔天，宠子如命，为了照顾孩子，甘愿放弃手中兵权。这要是在他们马车上出了事，他们绝对会被誉王切成几百块，死得不要不要的。乔小姐，小凤儿，不要！眼见两个小孩危在旦夕，一支箭矢划破长空而来。是誉王。娘亲，小凤儿，不要看。娘亲，他的心底涌上难以控制的酸涩，仿佛心口也被人捅了一刀般格外的疼。姑娘，我们快走吧，去将军府避避风头。这也太瘆人了。不去将军府，我们去誉王府。什么？姑娘怎么会想去誉王府？出了这事儿，我们躲都来不及。今日之事纷杂难辨，且不说先前那波刺客，小世子从我们马车中被掳走也难辞其咎。躲着，难道誉王就不会迁怒了吗？何必要再连累一个将军府？白云绿柳，我在京都东郊有处院子，进城后你们到那儿等我，照顾好小凤儿。娘亲，你要救那个冒失鬼，不倒霉鬼吗？我要和娘亲在一起。小凤儿难道不相信娘亲吗？娘亲可是鬼手神医呢，不会有事的。你要听白云绿柳姐姐的话，等娘亲回家，我们再一起去找外公。我才不要离开娘亲呢。誉王府，王爷，这是何意？我儿活，你们活；我儿死，你们亦死。不是我们不救，许世子情况危急，若不拔剑，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若是拔剑，性命也不一定能保。况且怪医大人并不主张拔刀。许世子积毒未清，一向体弱，本就损了心脉，此次受伤更是离心脉极近，贸然拔剑只会让他更危险。阿许正在受折磨，你们也休想好过。启禀王爷，府外有位女子求见，说亲眼见到世子受伤经过，有办法救世子。不见。了解。本王还未去寻你麻烦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本王不知马车上你如何蛊惑阿许的，他既然唤你一声娘亲，你便要担得起母子同体、一允俱损的责任。这什么混蛋逻辑？带我去世子，我能就要再耽搁下去，反而会害得他身中剧毒损行不下去。3根银针同时朝宁衍手上的穴道扎去，宁衍只感觉手腕微麻。我不是奸细，也不是刺客，小世子的毒是我看出来，为他素昧平生，不会害他。我不仅可以拔剑，还能替他解毒。你有没有听过鬼手神医？我就是。你以为本王会信？休想！你个多疑的疯子，你会害了小世子的。他隐隐生出一旦小世子死了，他会后悔莫及的感觉。你在做什么？小团子受到惊吓，啪嗒一声从墙头摔了下来。听他们说你把我娘亲关起来了，她是来给小岛哥哥治伤的。娘亲医术很厉害的，你听说过鬼手吗？大胆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娘亲曾在云中帮一个怀孕8年未产的阿婶做剖腹手术，里面的根本不是孩子，而是一个肉瘤，这么大。那个阿婶现在还好好的，不信你可以调查。我娘亲腹部受过很严重的伤，也是她给缝合的，还有我中的毒也是娘亲解的。你中过毒？是啊，娘亲说我运气不好，刚出生就被坏人。哎呀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让上侯给他诊脉，看是否中过毒。如果这对母女胆敢骗我，爷，情况是那小娃娃虽有余毒，却2年没发作过了，你快将她娘亲放出来。小姑娘的毒也蹊跷，竟与世子的毒一模一样，中毒时间也与世子差不多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许世子每3月毒发一次，小姑娘却2年未发作。你的腿，你是装的？你又发什么疯？你儿子正在生死关头，你却有时间想这些龌龊的事？你还配不配做一个父亲？看清他白皙平坦小腹上的疤痕，的确有被缝合的痕迹。又往姜穗丸脸上摸去，左扯扯右拧拧，确定不是人皮面具。刚要收手，便被身上的人满目凶狠地咬住。说你是谁？处心积虑来誉王府有何目的？这张脸不是假的，负责暗线的白鹰
应见过那个女人，说过是，我怎么没认出？那个女人4年前已经死了，同样的毒，同样的中毒时间，不是巧合就是处心积虑。又来了，这个男人真是该死的喜怒无常！我要真有害人之心，就应该放任不管，让你儿子死了，天涯海角。你以为你当真那么容易能找到我？本王姑且信你一次，说阿旭有事，第一个死的是你女儿。别动我女儿，你伤她1分，必定还你10分。白茶，带她给阿旭医治。我为许世子白剑时，不希望任何人打扰。我说的是任何人，包括你。从黑蛇镯空间里掏出各种医用器材，开始给宁许做手术。江姑娘，我家世子可是没事了。上面有剂量与服用方法，该注意的我都标注了，记得按时服用。晕倒的江穗婉已被来人搂在了怀中。爷，你受伤了，属下这就去宫中请女医。别走，别动！你为何要来誉王府？有什么目的？让我看看你抹的药。大胆！我乃女医医手，你在质疑什么？若不是誉王，你以为凭什么能请到我？你大胆！你可知我家小姐什么身份？她给你医治是你莫大的福分，你竟这般不识好歹，还扔了她的药。娘亲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哪里来的野娃娃？你们为何要毒害我娘亲？瓷瓶里的药只会让她伤口溃烂越来越严重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一个小娃娃懂什么？不是有人教唆你的？誉王，我家小姐身为国公府嫡女，身份何等高贵，岂是旁人能随便冤枉的？人是你请到府中的，受了委屈，你可得给个交代。你答应过我不会让人欺负娘亲的，不止你欺负的，连别人都在欺负的，大坏蛋！知不知道那女人给他上的药添了扶阳花，里面还有血之后，扶阳花会让伤口溃烂，之后会让伤口大出血，他安的什么心？够了没有？王爷，我想可能有什么误会，什么扶阳花、血之后，我从未听说过。小凤儿从小跟着我打理药铺，她所认识的草药能写一本书。你不要说你连一个小孩子都不如。誉王若是不信，大可请观音上侯前来鉴别。宋蓉蓉身边的嬷嬷便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，医女宋蓉蓉尖叫一声，晕了过去。白月，将人送回国公府女医院，她也不必回。江穗婉及时捂住了小团子的眼睛，没有让他看到这一幕。这般喜怒无常的人，还是远离的好。王爷不必再请医，民女只怕是无福消受。还有，请王爷收敛一些，我女儿胆子小，经不起吓。你确定？还请誉王派人将这儿打扫干净。这几日我会按时替小世子换药，待他痊愈，我自会带着小凤儿离开。你这样看他，本王会以为你对他有意思，又或者孩子是他的。如果我说恨不得拆其骨饮其血，王爷恐怕也不会信。有事？听闻皇兄府上来了位妙手神医，皇帝想请他为知月诊治。他很忙，阿旭离不开人。我很贵，云王出得起诊金吗？笑话，你尽管诊治便是，本王会付不起诊金吗？那好，云王可知请我诊治需提前预约，100两黄金可提前半月预约。你要我现在上门也行，违约金10倍，药费自理，治不好不退。大胆！不敢，就连誉王殿下都要遵守我的规矩，付了10倍违约金。云王若是没钱，也可以先提前预约，10日后再上门也可。放肆！今日你治也得治，不治也得治。本王府上的女医，何时轮到你来指手画脚？你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庸医罢，不值得本王动肝火。月儿，我为你找鬼手神医来。你得意什么？治不好宁许，本王定上奏父皇，摘你的脑袋。阿旭如何，便不劳你费心了，滚吧。啊，娘亲。许世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娘亲。不怕，你和父王成亲，成了亲就是我娘亲了。要不你还是把我杀了吧，你乖乖听话。把伤养好了，娘亲是不是觉得父王很冷漠？不是这样的，他人其实很好的。闹够了没有？你受伤了，怎么不让人处理？不是有你在吗？这是何物？我自己研究的特效药，你要是怕有毒就别吃，反正伤口感染死的人又不是我。你做什么？与本王成亲，做阿旭的娘亲。本王府中没有侧妃侍妾，你就是唯一的女主人。府事会有管家协助，甚至本王可以养你的孩子，给他京都最优质的一切教育物质，只要你当阿旭的娘亲。他把婚姻当做了什么可以轻易交易的物件？你笑什么？我的条件还不够优越吗？誉王殿下是不是觉得这是你的恩赐，我应该3跪9拜，感激涕零的接受，是不是？誉王殿下只是想给许世子找个娘亲，只要你放话出去，大把的人挤得头破血流也要往上扑，何必盯上我呢？如果我的夫君不是真心爱我的话，那我宁可不要。这狗男人一向喜怒不定，该不会被拒后恼羞成怒？滚吧，别让本王再见到。倘若你敢对阿虚耍什么花样，本王会让你活着比死还难。江姑娘，这是你的枕巾，王爷让我交给你。喂，大哥
子，告诉大坏蛋，下次来我们是要加价。可话未说完，便被江穗婉及时捂住。这要是让内尊煞神听见，还得了？宁许便是宁眼的逆鳞。王爷，恕我直言，那个小丫头所中的毒与世子的毒一模一样。她在府中几天，从未见到发作，说不定他们真的有办法。你为何会放他们走？他会回来的，本王会让他心甘情愿的回来。既然我儿子已认你为义女，你们便是姐妹。你有一身好医术，为何不肯替你妹妹医治？她的脸前几年被奸人暗害，久治不愈，便该一荣俱荣。好一个浑水捞鱼的老太太，想要白嫖我的医术，也要看你有没有能耐。老夫人不知，百言母女二人能在这世道生存已是不易，幸得上天善待，有幸习得一身医术，又蒙大将军青睐，收为义女，本该感恩戴德。只是云王妃的脸所需的药材，并非凡俗之物，想要痊愈非其不可，偏偏此物千金难买，万金难得。你胡说！一世子心口的剑无人敢拔，偏偏被你拔了下来，还安然无恙，分明是你不想给我治脸。你说你要什么药材，我让人去找便是。浮生花。江之月莫名噎了半晌。浮生花的大名在京都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据说能活死人肉白骨。你都没有看过我的脸，怎么知晓一定要用浮生花？不会是你信口胡诌的吧？江之月蠢归蠢，还真让我蒙对了。他是有浮生花，而且有成千上万的浮生花都种在他的空间里。浮生花虽有奇效，经过他空间培育出来的更是绝佳。他前段时间推出千金难求的美容祛疤膏，便有浮生花成分。只可惜云王没能拿出10万两，江之月无福消受。行，那我便替云王妃看看，还请云王妃伸手，这就为你诊脉。如何？一向八卦嘴快的城阳侯夫人率先问道。这恕百言不敢说。不怕，诊出什么说什么，本夫人给你担着。还真是我想杀人，便有人给我递刀子。云王妃体内毒素积压，脉象单薄无力，体寒气弱，是不孕之脉。不孕的事，江之月是知道的。他一直苦心孤诣地瞒着宁云川，没想到今日会在这里被揭穿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不想替你妹妹治脸就直说，何苦这般恶毒的诬陷？是我儿无眼，竟领回一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。云王妃这些年为治脸，请了不少名医，想必也用了不少偏方。是药3分毒，有相容自然也有相冲。老夫人若是不信，大可请宫中太医来。想让他背锅，保全他孙女的云王妃之名，痴心妄想。哪来的小蹄子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坏了我孙女的好事，你也活不了。来人，将她带去暗室。老夫人，我若是你，绝不会忙着如何折磨人，而是想着如何面对贵妃娘娘的质问责怪。毕竟你孙女可是占着人家儿子王妃的名分。直气的老夫人骂骂咧咧，一口气儿没上来，撅了过去。江之月的王妃梦就此终结，而他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王爷，扰人清梦是不道德的。太后若有事，你也活不了。王爷说过让我滚，不想再见到我。事急从权。这该死的皇权，你做什么？玉王殿下，你别忘了，我是要去给太后治病。不会耽搁，来得及。你若动我一下，我会让太后陪我一起死。你想死吗？比起屈辱，民女更愿意清清白白的死去。那你女儿的死活呢？民女既然死了，哪里还管得了那么？倘若她也没了命也挺好，黄泉路上马上就可以做母女，也好受人嫌危险。真冷血。彼此彼此。你究竟是谁？那夜的女人胸前有一株并蒂双开的鸢尾花胎记，眼前的这个女人胸上什么也没有，她已经死了，她还在执着什么呢？4年前你出现在京都，离开时一路北下，被人相救，最后定居在百草谷，成了天机老人的传承。你不是江百言。就算如此，王爷想说什么呢？又或者王爷想证明什么？玉王殿下，你放手，我自己可以走。太后吉人天下，不会有事。便被眼前的男人打横抱起，施展轻功，漫步夜空。几个呼吸间，宁眼便抱着他冲进了太后寝宫。雅儿，你这是？他是大夫，许儿心口的剑，太医都不敢动，就是他拔的。民女江百言见过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你能治太后的病，那么多太医都束手无策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能有这么大的能耐？皇祖母病重，父皇与其疑心者，不如让他诊脉，能治不能治，自会知晓。
陛下，太后娘娘醒了，药根本吃不进去。刚刚臣的确亲眼见太后娘娘服药的，并未吐。你还要再耽搁吗？他若救不了祖母，我把脑袋给你。进去给太后看病。民女来得及，医药箱落在了府中，劳烦誉王殿下跑一趟。你这是什么东西？麻烦陛下出去等候，民女正在为太后检查身体，不容打扰。而且这里是内室，陛下在这儿都有别，民女需要安静。如果被打扰，民女并不保证能治好太后。如果太后有恙，民女死不足惜。太后是盲肠炎，与阑尾炎极为相似，需要动手术。皇帝眼神复杂的转身离开了内室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再用力点，废了我这只手，太后娘娘就真的没救了。是想毁掉我的手，还是想要救太后娘娘？你自己看着办。现在我要给太后动手术，救活她。这个过程中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打扰，所以我希望王爷您可以去外面等。对了，最好是守好大门，说是有人进来打扰了我拿手术刀的手，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负责。宁言简直是要被江穗婉气笑了，他发现这个女人真的是越来越得寸进尺，竟然让她去替她看守大门。很好，你最好把人救活了，否则你的女儿一定会下去陪你的。放心吧，太后娘娘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再过半个时辰就能醒。我现在太累了，想回去休息。等等吧，誉王殿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怀疑我的医术，你可以另请高明。该死的权，该死的誉王，没问过我的意见就把我带来，我辛辛苦苦救人，最后还要被怀疑，越想越气人。他只能找个位置打盹儿。好在太后醒得快，她没受多少罪，就回家休息。姑娘，不好了，小小姐她被慢慢说，小凤儿怎么了？小小姐被云王妃扣下了，云王妃疯魔般的管小小姐叫您的本名，还因此差点失手杀了小小姐。江百言，怎么今日老夫人不在，你是过来威胁我给你治不孕不育的吗？只可惜我能治，却不会给你治。江百言，你不要太嚣张了，不过只是个养女罢了。在这将军府里，我要你3更死，你绝活不过5更。还有你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儿，也会跟着你陪葬。江之月，胆敢动我女儿，我会叫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。江百言，别忘了你女儿还在我手上，你若是杀了我，哪有活不成？你可以滚了。说是小凤儿有什么闪失，我就要你向上人头来偿。江百言，你交出药，我就会还你女儿。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。姑娘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没有保护好小小姐。这件事不怪你，你不用太自责了。你待在家里，我出去一趟。姑娘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听闻大理寺卿断案公正，童年又被人拐走，过得极其悲惨，想必对人贩子更是深恶痛绝。江穗婉倒要好好欣赏他这一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戏。堂下何人？有何冤情？为何要击鸣冤谷？小女名为江百言，是江将军的义女，前不久才刚回到家中，却不曾想家中堂姐不待见小女，私自把小女的女儿强行掳走。抹了抹强行挤出来的眼泪。小女曾去找堂姐，想要接回女儿，可堂姐不仅不把孩子还给我，反而把我打了一顿。大人，小女孤身一人来到京都，唯一的亲人也不在，我只能来麻烦大人你了。实在是堂姐这种做法，将军豪夺和人贩子有什么区别？江百言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说的一切属实？小女子赶来击鼓申冤，自然是有证据的。这是小女的侍女白云，当时她就在场，亲眼见证了一切。白云一副老实人的模样，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出来。走吧，本官随你走一趟。不过江百言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欺骗本官、破坏公堂秩序是什么罪名？若本官陪你走这一趟，找不到你的女儿，那就休怪本官对你不客气。小女子所言句句属实，不敢欺瞒大人。他已经让绿柳提前行动了，想来现在应该已经找到人了。他们此时赶过去刚刚好。下官参见云王妃。秦大人这是做什么？可是府里有什么违法乱纪之人？若真是府中有这种人，秦大人不必有什么顾忌，直接把人带走了就好，不用特意过来跟我说一声的。云王妃，今日下官是来找你的。江小姐报案，说是王妃你掳走了她的女儿，可有这么一回事？秦大人真会开玩笑，我身为云王妃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抢一个义女的孩子做什么？秦大人，不要什么人的话都随便听，做事要讲究证据。你无凭无据的跑过来质问我，是对我不满，还是对云王殿下
不满。下官不敢，只不过江小姐报案，我们总要替她查上那么一回，这是下官的职责所在，还请云王妃见谅。江小姐，你说来到府上就能看到你的女儿，此刻人在哪儿？按照他们之前的计划，绿柳应该已经找到人了，此时并未出现，想来是出了什么变故。看样子是江小姐你在欺骗我，是这样吗？她没有欺骗你们，她说的话句句属实。下官参见誉王殿下。秦霜，你做这个大理寺卿也有很多年，一直公办事，铁面无私，怎么这次变得这么愚蠢？殿下的意思是？本王有什么意思？不过就是在来的路上见到有人绑架了一个小姑娘，顺手把人救了。娘亲，快救救我！小凤儿别怕，没事，娘会保护你，没事的。眼下小凤儿平安回来，不管承不承认，她都欠宁琰一个恩情。江之月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云王妃，你应该知道，我秦霜向来是说一不二之。你强抢孩童，本就违法，欺骗朝廷命官在后，更是罪加一等。下官只能把你带走了。江之月恐慌刚出现，就被他压制了下去。秦大人，这孩童是誉王殿下带来的，又不是在我府上找到的，你的这个罪名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秦大人，外面都传你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好官，不畏强权，敢作敢为。怎么今天你要打破这一传闻？因为害怕誉王，所以准备拿我当替罪羊？早就知道堂姐你脸皮厚，却不曾想厚到连撒谎也不会脸红一下。秦大人，你无凭无据抓我，那就是藐视皇权，是要被株连九族的，你可要想好了再说话。坏女人，就是你把我抓走的，你还用针扎我，不让我吃饭，你是个坏女人，超级大坏蛋。他用针扎你哪里了？手指，他用扎小凤儿的手指。娘亲，小凤儿好疼的，疼的都哭了。可那个坏女人就是不肯放过小凤儿，小凤儿好害怕。十指连心，虽然没有亲身经历，但也能想到那是多大的痛苦。江之月，你该死！放开，我要杀了他！可是宁琰的大手紧紧抓住他的手腕，他只好转头看着宁琰，眼神冰冷。这么便宜就让他死了，你甘心吗？是啊，现在就杀了江之月的话，他少受了太多痛苦，怎么都不划算。白玉，奶娘，这一切都是云王妃让我做，我是无辜，放过我。江姑娘的孩子是她传来，也是她折磨的，和我无关了。奶娘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听到江之月的声音，老嬷嬷吓得一个机灵，睁开眼见到他之后，更是吓得直接晕了过去。江之月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是你的奶娘，难不成她还能故意诬陷你？秦霜，我是云王妃，就算我真的带走了江百言的女儿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真敢把我抓进大牢里面关着吗？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是云王妃又如何？犯了罪，我就敢缉拿你。来人，带走！大胆！我是云王妃，万金之躯，岂是你们这些低贱的人可以碰的？秦霜，不要不识抬举了，你知道带走我的代价是什么吗？江百言，你找来秦霜又如何？我是云王妃，谁敢动我？白玉，属下明白。誉王，我素来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处处针对我？江之月一直以为自己和誉王无冤无仇，实际上两人早已结仇，从4年前开始就已经是水火不容的仇家。誉王，江姑娘，下官就先行告退了。小凤儿，你记不记得娘亲跟你说过的话？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都是你一手造成，明白吗？娘亲，小凤儿知道错了，我只是想替你出口气，那个坏女人欺负你，不是嘴巴上说错了就可以的。今天的事情多危险，她若是丧心病狂杀了你，你要娘亲该怎么办？下次不许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乖乖跟绿柳姐姐去别庄。你们在救小凤儿的时候，可有看到我身边的婢女？伤得很重，被白茶带回去了。你可以去看看。我今天帮了你的忙，舒氏想报答我，便和我成亲，做阿许的娘亲。这个男人脑子是有坑还是有病呀？我不是已经明确告诉过他不会嫁给他了吗？誉王殿下，你今日帮了我，我的确是很感激你。不过我还是之前的那番话，我的夫君若不是真心喜欢我，我是不会随便将就的。我宁愿一辈子不成亲。嫁给本王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不过是想给阿许名正言顺的找个娘，不会过多干涉你的生活。誉王殿下，那我和你成亲后遇到了喜欢的人，是不是还能和他在一起呢？不知廉耻！誉王殿下，你要是再敢动一下，不敢保证这匕首会不会刺伤你。这匕首是我随便拿的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剧毒，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
江白岩，我对你是越来越有兴趣了。你从哪儿得到的匕首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可以告诉我你究竟是谁吗？不要想着对我撒谎。我问你，自然是知道许多关于你的事情。想知道就自己去查呀。你那么厉害，问我做什么？疯子！这个称呼我很喜欢。誉王殿下，你很闲吗？你想对付云王妃？是又如何？怎么，誉王殿下与云王妃有救，不忍心我对付他？的确是有些救，只是不希望你让他死得太痛快而已。江白岩，本王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，不过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云王妃好对付，但宫里的贵妃不好对付，她身后的势力不是你能够撼动。那就不劳烦誉王殿下你操心了，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。是吗？那今天是你失误了。是殿下你多管闲事了，就算没有你，我依旧能处理好这件事，别太自作多情了。不识抬举。娘亲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小世子，你先放手，我过来是找你父王有些事情要说的。我有一个婢女被……娘亲不是特意来看我的吗？没关系，娘亲来看父王，我也很高兴。娘亲你过来，我带你去找父王。宁许总是让他觉得特别的心疼，他没办法忽视宁许的存在。父王，娘亲来看你了。宁琰还在生气之前的事情，看了他一眼之后不理会他。娘亲，你是不是和父王吵架了？你放心吧，父王这个人最好哄了，他喜欢吃五芳斋的桂花糕，你偷偷买给他，他肯定会非常高兴的。江穗婉有些想笑，一个冷血无情、杀伐果断的人，居然喜欢吃那种甜腻腻的糕点。为了防止宁许再爆料出来自己的喜好，宁琰只好出言打断他。何事？我来找绿柳，我带他回去吧，就不麻烦誉王殿下了。娘亲，你才刚来就要走吗？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刺痛。小世子，你怎么了？娘亲，阿虚好疼，丫头陪陪我好不好？直接晕了过去。宁许突然毒发，吓到了在场的所有人。我来，去外面等着。阿许就交给你了，他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母女就下去陪他吧。江穗婉懒得和他计较那么多，认真给宁许检查一番之后，江穗婉才发现宁许中毒太深，毒素已经深入骨髓，想要彻底根治的话，宁许必须要吃些苦头。阿许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已经稳定下来，他不会再疼。誉王殿下，我可以问一下，小世子今天都吃了一些什么吗？一听这话，就知道宁许突然毒发是有隐情的。你是说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意思。给小世子治病的时候，我控制过他体内的毒素，现在不应该发作才对。王爷，是老奴对不起你，王爷，是老奴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小世子，这一切都是云王让老奴做的。老奴有个不成器的儿子，他嗜赌如命，欠了云王很多钱，被云王抓走，老奴被他们威胁，不得不乖乖听话。求王爷看在老奴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让老奴死个痛快。的确该死。嬷嬷瞬间毙命。你能不能救他？能，不过小世子毒入骨髓，想要彻底根治，这个过程中他会吃很多苦。这次嬷嬷给他吃的毒虫青椒，导致他体内的毒素全部被引发。我粗略估计了一下，小世子体内至少有10种毒药。誉王殿下，我真的有些想不明白，你说你那么厉害的人，怎么会让小世子中这么多毒？怎么会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？那你还是神医呢，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中毒？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根除她体内的毒素。那不是意料之外吗？谁知道有人会丧心病狂到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动手？他刚刚差点就把自己的事情说漏嘴，若真说漏嘴了，以宁琰的能力肯定会查出来他的真实身份。看来他以后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他的孩子也是在刚出生时就被人下药的吗？殿下，小世子的毒想要解的话，差一味药引，和小凤儿是一样的，没有药引我没办法让他痊愈。不过我会先控制他体内的毒素，不会让他再次经历毒发的痛苦。需要什么你说，我去找。鹤顶红毒药自然不是了，若是普通的鹤顶红，我自己都会配置，怎么可能找不到？我说的鹤顶红是仙鹤头顶的红流，传说在天仙的天池中生活着一种全身洁白的仙鹤，这种仙鹤头顶的红流可解世间所有的毒，只要找到了，就不愁解不了他们体内的剧毒。救活他。怎么说也是你求我给小世子治病，能不能有点求人的态度？我不欠你什么。求你救救他。看着在自己面前低下头的宁琰，江穗婉觉得胸口堵得厉害。我会控制他体内的毒素的，不过彻底根治还是得找到鹤顶红，否则我也没有办法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我先走了，明天我会过来为他排毒，你做好心理准备，过程会有一些痛苦，
别到时候你又黑着一张脸吓人。真有这种鹤顶红吗？他说有就一定有，派人去找，无论如何也要找到。说是有人阻止，杀无赦。属下明白了，属下这就去。阿雪放心，伤害过你的人，父王会让他们生不如死，你可一定要坚持活着。你喜欢江百言，那父王就想办法让他做你的娘亲，只要你乖乖听话。扫把星，真是个扫把星！我儿怎么会收养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？自己的堂姐送进大牢，你还是人吗？对得起你义父吗？老夫人，你可真是冤枉死我了！把云王妃送进大牢的可不是我，不是你还有谁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嫉妒你堂姐嫁得好，想方设法的把她拖下水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对呀，江姑娘，外面的人都在说，是因为你嫉妒自己的堂姐嫁得好，所以故意设计陷害她的。真是这样吗？看着程阳侯夫人八卦的眼神，江穗婉就觉得头疼极了。夫人明鉴，百言怎么可能是这种狼心狗肺之人？这一切不过是堂姐咎由自取，她不能因为自己无法受孕就抢我的孩子的。再说了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堂姐好，皇室血脉不容出错。堂姐今天会抢我的孩子，谁知道她以后会不会抢其他人的孩子呢？堂姐不能受孕是事实，万一以后她为死疯魔，偷抢别人的孩子当作是自己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那岂不是玷污了皇室血脉？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江百言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这是要让你堂姐万劫不复啊！看着程阳侯夫人一脸我明白了的样子，江穗婉就知道她的计划已经成功了，要不了几天，这件事就会被传得人尽皆知。起床气这么大的，哼，受委屈了。他好心来看他，他呢竟然想要他的命。誉王殿下这是什么怪癖？女子的规格随便进，把我当成什么了？自然是当成本王的王妃了。本王取自己王妃的规格，谁敢多说一个字，本王就割了他的舌头。神经，这人怎么脸皮这么厚，还是纠缠不休呢？誉王殿下，我说过不会嫁给你，就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，你少打我的主意了。是吗？可本王想要的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誉王是皇帝的儿子，是除了皇帝之外官最大的人，他要是真想强娶自己，有的是办法。随便你吧，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？说吧，你来找我什么事？可是小世子又出什么变故了？阿雪很好，也就是说他纯属是过来扰人清梦的。若不是打不过，江穗婉此刻真的想把宁言狠狠揍一顿。誉王殿下，我真的很累，你若没事儿，请不要消遣我玩。见江穗婉对自己的态度变得疏远起来，宁言反思了一下自己，发现自己并没有错呀。看在江百言是阿许救命恩人的份上，听到他被将军府老夫人气晕，好心过来看一眼罢了，不识好人心。宁言也生气，拂袖离去，头也不回。江穗婉一脸懵，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又惹这一尊大佛生气了。神经病吧？他是真的越来越觉得宁言是个神经病了，神经兮兮的跑过来和他打了一架之后，又气冲冲的离开，明显是个问题少年。太高了吧，这么高，要是掉下去肯定会死掉的。白云担心孩子摔下来，本来想出面的，不过被宁言阻止了。他倒要看看这小丫头想做些什么。小凤儿在高墙之上四处寻找，一不小心惨叫连连地摔了下去。宁言像是弹力十足的球，直接飞过去把人接在怀里。小东西，你跑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娘亲呢？叔叔，是你呀，见到你真的是太好了，原本是想来找小哥哥的，我有事想请他帮忙。阿许不明白一个小孩子能帮什么忙，看到你不用找小哥哥帮忙也可以啦。叔叔，你是我娘亲的朋友吧？我娘亲说过了，朋友之间是要相互帮助的。你是我娘亲的朋友，如今我娘亲遇到了危险，你一定会帮助她的，对不对？宁眼发现除了宁许之外，这小丫头也能让她有欢喜的情绪产生。你娘亲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会遇上危险？叔叔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听白云姐姐说了，娘亲被宫里的人带走了。我虽然不知道宫里是什么地方，但听白云姐姐的口气，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。你陪小哥哥在家里玩，我去救你娘亲。民女江百言参见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万安。起来吧，看来还真的是一场鸿门宴没错了。听说你医术不错，救了誉王小世子一命，虽与誉王走得十分亲近。民女的确是有些医术在身，救小世子也不过是尽绵薄之力罢了。至于誉王，与民女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民女自当与之保持距离。江姑娘，你是江大将军的义女，自然就是知月的妹妹。
为何要让自己的姐姐经历一场牢狱之灾？你应该知道知月是本宫的儿媳，你这么做是想和本宫作对？娘娘有所不知，民女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。堂姐她抢走了我的孩子，我去讨要，却被她狠狠打了一顿。娘娘，你也是做母亲的人，知道身为一个母亲有多在乎自己的孩子。民女知道堂姐是皇家媳妇，可一个母亲若是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好，那也没资格做一个母亲。众所周知，胡贵妃就不是一个好母亲。小的时候为了争宠，她不惜利用自己的孩子，为了让皇帝过来，不惜让宁云川去雪地里冻着，直到感冒发烧才会让他停下来。就算如此，那你给他一个教训即可，不至于下那么狠的手。这娘娘可冤枉民女了，拐卖儿童本就是十恶不赦的罪名，现在外界都在传堂姐没有自己的孩子，想霸占他人孩子，这事要是真的做了，那可是会让皇室血脉变得不干净。这种罪名，我想任何人都不想承担吧。贵妃娘娘，如果是为了堂姐的事情，你要怪罪于我，那民女无话可说。民女只知道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江白言，休要对贵妃娘娘不敬，就你这态度，足够凌迟处死。笑话，就算是贵妃，也不能随意伤人性命。难不成你们家贵妃比皇帝还大，大到可以随意拿捏他人生死？还真是牙尖嘴利。多谢娘娘夸奖，娘娘若是没有其他事情，民女可就要告退了。江百言，这里毕竟是皇宫，本宫想让你出不去，有的是理由。在这宫里，每年都会死很多人，那些人的死因是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这宫里可是一个会吃人的地方，你就不怕得罪本宫吗？哈，不过民女也不是毫无准备，若是民女没有完好无损的走出去，那么我相信会有人给贵妃你准备一份大礼。他们百草谷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你在威胁本宫？不敢。好嚣张的女娃娃，就是你义父在这里也不敢对本宫这么说话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能给本宫准备什么大礼。来人！贵妃还真是好大的脾气啊！把本王的人请来，又冤枉本王的人是刺客，怎么你这是对本王不满，所以故意拿本王身边的人出气？誉王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威胁本宫吗？宁言走到江穗婉面前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第一次见识到贵妃娘娘的气度，有些被吓到了。没想到皇宫中的人才是忤逆陛下最多的，随意决定他人生死，一点都没把当今圣上放在眼里。是啊，贵妃大权在握，的确是不用在意陛下的，说不一定她就想坐高位之上。两人一唱一和，给贵妃安上了要谋权造反的罪名。誉王，听你的意思，今天为了这个医女，不惜与我翻脸了。看来本王这段时间脾气太好，让贵妃你产生了什么错觉？本王说过了，她是本王的人，你没经过本王同意，私自带她进宫，还想要她的命，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说法？还是说你是杀鸡儆猴，实际上想弄死的是我？贵妃是做梦都想，可惜不敢承认。这是江大将军的义女，何时又成了你誉王殿下的人？你是不是有些霸道了？你今天才知道本王霸道的。说吧，这件事你要怎么做？是给本王的人道歉，让本王带他走，还是说要用另外的方法解决这件事？宁言，你疯了吧？让我母妃给一个小小的医女道歉，你是没睡醒吗？看来你这2天在大牢里过得不怎么好，憔悴极了。你还有脸说这一切都是谁害的？江百言，这件事没完，我不会放过你，你最好祈祷自己不要落到我的手上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的。能瞒着本王把人捞出来，看来胡贵妃你动用了娘家的势力。不过本王有些好奇，一只不会下蛋的鸡，值得让你如此大动干戈？江之月气得咬牙切齿，要不是怕江之月的事情影响到宁云川以后的夺嫡，他才懒得管江之月的死活。宁言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母妃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，请你尊重一点她。宁云川，你出门带脑子了吗？他是谁的长辈？江穗婉也觉得宁云川脑子有病，一个连皇帝都不尊重的人会尊重一个贵妃，开什么玩笑？你贵妃娘娘，说是没事的话，民女就先离开了。想走可以，但是你要出去证明月儿的清白。我知道之前的那些流言是你传出去的，你现在出去更正这一切，我就不追究你的罪名。百言，我知道你不甘心只当个义女，可是我已经出嫁，不能影响你在将军府的地位，你实在是没有必要针对我，毁了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抱歉，那些流言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是不能帮你们证明什么了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不过我觉得流言也不是不对，江之月抢孩子是事实，不能生
也是事实。云王殿下想要不被别人嘲讽，大不了休妻。虽说云王这些年纵欲过度，受孕很难，但只要找个能生的王妃，多努力努力，说不定还是能怀上的。若是一直和江之月在一起，那就真的是没有丝毫怀上的可能了。放肆！周王爷，岂容你随意讨论，随意羞辱？江百言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亲国戚，你一个小小的百姓也敢肆意妄论，也太嚣张了！今日本宫就要替皇上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家威严。贵妃是忘了本王的话了，看来贵妃的势力已经是越来越强大了，连本王都已经可以不放在眼里了。本王并没有觉得她说错了什么。宁云川不能洁身自好，保重身体，不能生是事实，事实又何须别人议论？外面那么多百姓在议论，贵妃难不成是要把他们都杀了？若真是如此，本王府上的人，贵妃也得铲除。毕竟这种事情怎么会少了本王的参与？宁眼直接摆明了，外面的那些流言就是自己派人去散播的。可那又如何？贵妃又能把他怎么样？誉王殿下还真是好本事，都快要成为大周的主人了。这种话换作是任何一个皇子都是不敢应承的，但是宁言……多谢夸奖，我时间有限，贵妃是让本王带她离开，还是想换一种方式带她离开？宁言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母妃宫中的人，岂能是你说带走就带走的？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你。让他给月儿治病，否则你们今天谁都走不出去。百言，之前的事情虽然有些误会，但是我已经受到了惩罚，我现在已经是知道错了，还请行行好，帮我治病，堂姐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的。记住我的恩情就不需要了，只要你给我道歉认错，我就帮你，如何？你想一下，能怀孕你就能保住王妃之位，贵妃娘娘也不会逼着云王休了你，有了江家这个靠山在，你是未来可期，就是道个歉而已，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是不是很划算？百言，姐妹之间难免会有摩擦，你这是不准备原谅我了吗？你都没有道歉，我就是想原谅你也找不到机会啊。既然犯了错，那就要道歉。知月，本宫一直都认为你是个识大体懂事的孩子，怎么在这件事上扭扭捏捏了？知月，你爱云川，自然是不想同他和离，既是如此，道个歉有何不可？还是说你选择与云川和离，或者为妾？母妃，儿臣不想与夫君和离，只是……百言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的错，是我这个做堂姐的不对，我当时就是见小凤儿乖巧可爱，所以才想着让她陪我玩几天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去找过我要孩子，更加不知道那些刁奴竟然会刁难你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管教好自己的下人。我保证以后不会动小凤儿，更加不会让那些刁民有机会为难你。说是道歉，实则在夸奖自己是个善良的人。堂姐道歉还真是没诚意，从整件事中把你摘出去，让你变得干干净净的，这种道歉方式学会了呢？百言，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会原谅我的吧？你是个善良的姑娘，肯定不会与我一般计较。这种道德绑架的方式还真是新颖，他要是不接受，反而成为他小肚鸡肠了。堂姐知道错了就好，孩子吧还是自己亲生的，抢来的始终是抢来的，不能因为自己有身体缺陷就去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。百言说的极是，堂姐记住了。看着他皮笑肉不笑的样子，江穗婉觉得没意思极了。宁言懂他的意思，牵着他的手就直接离开了贵妃的宫殿。没用的废物！当初你有能力算计自己的堂姐，成功当上云王妃，本宫还以为你是有些手段，却没有想到是这么的愚不可及。早知道你这么能惹事，还是只不会下蛋的鸡，本宫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上位，不如你那个没用的堂姐，至少她听话，不会招惹是非。可宁云川这个妈宝男，在胡贵妃生气的时候，那是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滚！给本宫滚！殿下，你都不帮帮我，害我被他们欺负。你放心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，不会再被他人牵着鼻子走了。总有一天，他会让所有欺负过他、羞辱过他的人付出代价，哪怕是那个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女人，他也不会放过。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，谢谢你来帮我。那你可以以身相许吗？一点儿都没有体验到被人求婚的乐趣，反而像是被人逼婚似的。殿下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开这种玩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本王没有同你开玩笑，本王说得很认真，本王是真心想娶你的。宁言有钱有势还有权，他要是个普通人，说不定会心动之下答应他，可惜他是百草谷的主人，钱
权势他都有，不需要借助别人的。那你爱我吗？宁言想了想，还是摇了摇头。对江穗婉的确是谈不上爱不爱的，最多就是觉得她和别的女人不一样，对她有些好感而已。殿下明白我的意思，所以以后不要随便说这种话。你若是不爱我，就算你是天子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你若是爱我，你就是平民百姓，我也愿意和你在一起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好。对了，殿下你是如何知道我进宫了？你女儿翻墙来府中找本王，求本王去救你。看在阿雪的面子上，本王同意了。娘亲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小凤儿特别担心你，都吃不下东西了。江穗婉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吃不下饭，许也是一脸意外，她没有想到刚刚才吃了一只烧鸡的江西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是不是这么说的话会得到娘亲的心疼与宠爱？父王最讨厌别人撒谎，他从小就明白自己不能撒谎，所以这种撒娇的事情不能做也做不出来。娘亲，阿许也好想你，你没事吧？江穗婉心疼地摸了摸他的头。小凤儿可有欺负你？娘亲放心，妹妹对我极好，她还给我说了很多你们在外面经历的事情，让我十分向往。等你身体好了，长大了，就可以出去亲自体验一下外面的世界了。很多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小凤儿说的那么美好。是吗？那娘亲，你可以给我说说外面的事情吗？我真的挺想知道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外面的世界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美，不过在美的同时，它也充满了危险。两个孩子一左一右的依偎在江穗婉身边，感觉小世子和小凤儿长得还挺像的，特别是那一双眼睛，就跟王爷你的一模一样。或许小凤儿是其中的那个女婴。那个女婴已经烧焦了，她亲眼见到的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江穗婉就像是一个谜。上厨房弄点吃的。你来做什么？江百言，你是不是忘了今天在皇宫中答应我的事情？你说了，只要我跟你道歉的话，你就会给我治病的。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你怎么就当真了？你也不想想，我怎么可能会给你治病？我巴不得全天下都知道你不孕不育，做不成云王妃。江百言，你竟然言而无信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诉贵妃？欺骗贵妃可是杀头大罪。随便你了，你喜欢告状就去吧。我当时的确是答应给你治病，不过治到什么程度，岂不是我说了算？江之月，你好愚蠢，明知道我不会给你治病，还上了当，怪得了谁？只能怪你自己蠢。哎呀，我有些累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毕竟看着你那双恶毒的眼神，我挺不自在的。哎呀，你说贵妃要是看到你的这一幕，她会不会让你继续做她儿媳妇？本来就是用下三滥的手段爬上去的位置，想必也不会做得太武。你用什么手段上去的？总有一天也会有人用同样的手段把你挤下来。江之月知道他说的是事实。百言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姐妹，你为何处处与我作对呢？你害死袁云王妃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念及姐妹情深？你把袁云王妃剖腹取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念及你们是姐妹？明明不想露馅儿，但还是忍不住想要把那些事情说出来。江之月，你知道剖腹取子有多么痛苦？你知道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毒死多么的痛苦？你知道看着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妹妹狼狈为奸是怎么样的体验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有什么资格说姐妹之情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究竟是谁？你接近大伯有什么目的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做的那些丑事，你真以为没有人知道吗？我接近义父自然是没有什么目的，但是我警告你，最好给我安分守己，否则不介意弄死你。我想弄死你有成千上万种方式，每一种方式都能悄无声息。你不信，大可试试。有鬼啊！快来人！有鬼啊！王妃，母王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江穗婉看着这一幕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滚出来吧，鬼鬼祟祟的有什么意思？越是不想打交道的人，越是转角就能遇上，这真的是孽缘了。玉王殿下，你究竟有多闲？为什么大半夜的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大半夜的跑到女子的院子中去偷窥狂，想不到堂堂玉王殿下长得帅气逼人的存在，竟然会是这种人。本王是来看你的，收起你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法。看我这个变态的男人，不是为了偷窥别人，竟然是为了偷窥我，
太可怕了。知道江穗婉果然误会了自己，直接将人抱在怀中，施展轻功带回了江穗婉的院子。玉王殿下，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你不懂吗？搂搂抱抱的成何体统？不是说古人都是非常矜持非常注重礼节的吗？为什么这个宁眼和我没见过多少次就经常对我搂搂抱抱的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抱歉，本王没把你当作是一个女人，所以这些礼节用在你身上不合适。江穗婉气得牙痒痒。玉王殿下仅仅是来看我的话，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可以走了吧？刚刚的那出戏还挺精彩的，你对江之月下手挺重，怎么你们俩有仇？玉王殿下还真是一点都不见外，女孩子的床这么随便就做了，想来在外面也有不少红颜知己。你这是吃醋了？不过你放心吧，我这人洁身自好，这是第一次做女孩子的床，想着以后也是一家人，早做晚做都一样的。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宁眼这么自恋？他不过就是随口说说而已，什么叫做吃醋了？懂不懂吃醋是什么意思？玉王殿下，你找我可有什么事吗？的确是有点事情想找你帮忙，我有个朋友的母亲病危，所以想请你过去看看。你医术是我见过最好的，他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所以只能来求我，然后我就只能来找你了。明早你来接我，我和你去看看。现在太晚了，我想睡觉了，不想出门。好，那我明早来接你。主子怎么不把心中的疑问问出来？江之月早不疯晚不疯，偏偏在江姑娘回来之后疯了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你觉得本王问了他会说吗？那只小狐狸身上的秘密可多了，本王总会等到他心甘情愿说出来的那天。想到江穗婉今天已经为自己吃醋，宁眼的心情就变得十分美好。娘亲，你回来了呀！天天被宁许娘亲娘亲的叫，他竟然都已经接受了这个身份。小世子怎么过来了？我想你了，娘亲，你都不去看我，我就只好自己来看你了。昨晚才从王府回来，怎么就没去看你了？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我和娘亲都1天没见了，这都隔了多少秋了？小小年纪，哪里学会了这么多说辞？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。小世子可是看上了什么吗？我送给你好不好？娘亲，我想要这个枕头可以吗？你想要这个枕头做什么？不可以吗？娘亲，我这就放回去，是爱许冒失了。明明和自己的女儿同岁，但宁许却懂事的让人心疼。不是舍不得，一个枕头而已，并不是什么贵重之物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第一次来，我可以送你贵重一点的东西。那我想让你做我娘亲，可以吗？这样吧，在你父王没有给你找到娘亲之前，我可以经常去看看你。你想叫我娘亲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宁许看了父王一眼，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，似乎在说让他加把油，早日把江穗婉娶回去，给自己当娘亲。接受到儿子鼓励的眼神，宁眼当下就黑了脸。他堂堂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可能会为了给自己儿子找个娘亲就去讨好一个女人？娘亲这么说，阿许真的很开心。不过现在阿许就想要这个枕头，可以吗？好，给你，你喜欢就拿去。小世子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娘亲要亲自做给阿许吃吗？好，只要小世子你不嫌弃，等下就一起吃吧。不嫌弃，娘亲做的我都爱吃。玉王殿下想来是吃过了，我这小院不过是粗茶淡饭，只怕玉王殿下也吃不习惯，所以你的那一份不需要做了，对吗？宁言本来也想尝一下江穗婉的厨艺，可是听到他这么说，是的，你做的本王吃不习惯，不需要准备本王的。想着让江穗婉劝他2句，他再顺势答应。可江穗婉这个女人听到他说不要，转身就走。父王是不是觉得娘亲特别的与众不同，一点都不惯着你？父王，你再这么冷冰冰的，娘亲以后真的要跟着别人跑了。我听白允哥哥他们说了，遇到喜欢的人不主动出击，抢占先机，很容易丢掉幸福的。就你话多，再废话，下次我就不带你来了。你为什么非要这个枕头？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？没有啊，只不过它是娘亲的贴身物品，上面全是娘亲的味道，特别的好闻。晚上抱着睡觉的话，肯定睡得特别香。这都是什么见鬼的答案？哇，你也闻闻看，娘亲的味道真的好好闻，让人觉得好安心的。果真如同宁许说的那样，这枕头上全都是江穗婉身上的味道，闻着让人有一种安心舒适的感觉。江穗婉张了张嘴，
欲言又止，不要在孩子面前做，很容易误导孩子的。宁言也是尴尬的不行，他也没有想到，就这么一瞬间的事情，竟然会被江穗婉看到。那个小狮子，你喜欢吃些什么？娘亲做的我都爱吃。那好。一想到宁言刚刚在嗅自己的枕头，江穗婉就觉得全身的鸡皮疙瘩忍不住冒出来，脑补出来的狗血剧情都够拍个7、80集了。娘亲，阿许今天真的特别开心，以后我还能来找你玩吗？快回去吧，时间不早了，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过来。小孩子在长身体，要早睡早起，知道吗？父王，娘亲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心情一点都不好呢？被人误会成变态，心情好才有鬼。誉王殿下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你不需要睡觉，我还要睡觉，可不可以请你回自己家去？他才躺下去没多久，宁言就去而复返了，还跟个木头似的就坐在他床边，什么话都不说，跟个哑巴似的，黑着一张脸。虽然你是王爷，但是私闯民宅也是不对的吧？誉王殿下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你直接说行不行？江穗婉快要崩溃了，打又打不过，撵又撵不走，这是要赖在这里的节奏。作为皇室的一员，你们皇室的礼义廉耻呢？你们皇室的颜面呢？看着他巴拉巴拉不停说的嘴，宁眼突然心中有一个冲动。殿下，我今天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再不走就不要怪我给你下毒了。我有的是方法让你离开，只不过是看在小世子的面子上，我懒得和你计较。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，那是个意外。你再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会挖烂你的眼睛的。你大晚上跑到人家女孩子的闺房赖着不走，不是变态是什么？是我误会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你可以离开了吗？这个女人根本就听不进去别人说的话，越想越生气，只能自己把自己气走。有病吧，莫名其妙。可她话音刚落，本王的确是有病。若是没病，怎么会想到回来给我解释一下？看到再次去而复返的宁眼，江穗婉彻底炸毛了，直接把鞭子拿出来，朝着宁眼就攻击了过去。见自己迟迟拿宁眼没有办法，江穗婉直接就下毒了。下次记得规矩一点，否则我就不知道给你下的是什么毒了。你在干什么？赶紧给我起来！你疯了吧？你现在有没有心情好点呢？我今天伪装的很好，宁眼是如何看出来我不开心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回来的时候就看出来了，我知道你去干什么了。其实不高兴的话可以不去做的，有本王在，没有人能拿你怎么样。父王，娘亲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淋着雨过来了？感染风寒可怎么办？用内力给他烘干衣服。主子恕罪，小世子太着急了，属下没来得及拿伞。父王，不怪青云哥哥，是我太想见到娘亲了。宁眼没有多说什么，挥了挥手，示意青云可以下去了。父王，娘亲会不会死啊？他是不是伤得很重？他是不是不要阿许了？我好不容易找到娘亲，难道又要失去了吗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动不动去哭。可是娘亲她伤得好重，会不会永远也醒不过来了？放心吧，有父王在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任何人也别想让他有事。他此刻的内心竟然是有些慌乱的，明明是为了阿许才去找江穗婉，可是渐渐的他好像是陷进去了。宁许身体不好，很快就被宁眼送了回去。虽然他不愿意回去，但在生气的父王面前也只能乖乖听话。江姑娘怎么会中毒？她被人攻击，根本来不及解毒。江姑娘中的是噬虫毒和催心掌，这是南陵五毒独有的毒药和攻击方式。两种毒对江姑娘来说应该都不算太难，只是她一直没时间解毒。她现在内力耗尽，想来是和别人战斗了许久。南陵五毒能治吗？蛊术和毒术虽然相似，但是并不一样。我曾经见过中这种毒的人，全身被蛊虫吃空而死，死后就仅剩一张皮，过程非常的痛苦。你能感觉到自己一点点接近死亡，却没有任何办法。本王不想知道那么多，只想知道这毒能不能解，他能不能活下来。我解不了，最多能帮他暂时压制毒发。我虽然解不了，但是江姑娘肯定可以的。我先帮他压制，等他醒了就可以自己解毒了。王爷，噬虫的毒我能暂时压制，但是催心掌我可不行。五毒的老五是个从小在毒液中长大的人，他全身都是毒，内力之中也有毒。他的内力和别人不太一样，他的内力进入人体之后会形成一股气，残留在别人体内，然后内力自带的毒素就
就会源源不断的释放出来毒液，最终把人毒死。这种毒我真解不了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人用强大的内力把这股残留的回忆的气逼出来，只要气出来了就没事了。好，我明白要怎么做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王爷是打算用自己的内力去帮助江姑娘？哎呦，这可不行，你的处境非常危险，这种方式对江姑娘治病治疗，你会有短暂2到3天是彻底失去内力的，这对你来说太冒险了。主子，这种事我来就可以了，你不能失去武功，那样会保护不了你自己的。你也不行啊，这解毒过程中谁也不知道内气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，所以最好是不穿衣服的。毕竟这种治病方式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实在是让人难以启齿。主子，你自己来吧，我和怪异先出去了，你放心，这2天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这种事情这么隐秘，想来也不会有人知道你会失去内力几天的。在最后一丝内力耗尽后，江穗婉体内的气总算是从胸前散了出去。他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就看到了宁言眼神温柔地看着自己，宁言居然耳朵红了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。在他昏迷的那一刻，看到宁言的脸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，那一刻他的喜悦之情是难以掩藏的。不用客气，就是顺路而已。不过你怎么会招惹上南陵五毒？不知道，你不是说钟大哥想见见我吗？我今天过去了，回来就遇上了南陵五毒。或许是有人想杀我，又杀不了我，所以就只能在江湖上雇杀手了。如今我活下来了，那证明对方的计划落空了。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被气死？你今天差点死掉，但我还是活下来了。我活着，那些人就要倒霉了，想要我死的人就要做好被我杀的准备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虽然伤得重，但他们也不会好过，没有个10天半月是下不了床的。这次怪我自己大意了，遇上了一个和你一样变态抗毒体的人，所以被将了一军，下次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。好，你身上的毒能解吗？放心吧，小问题，之前只是没有时间而已。誉王殿下，你可以出去一下吗？我需要给自己解个毒。好，主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是不是气逼出来之后他就没事了？是的，只要他把侍从的毒解了就没事了。至于受了内伤这种事，有你的内力滋养，没有什么大碍，甚至还有可能功力提升许多。整个人直接趴在了地面上。你见到我其实也不用这么激动的。谁激动了？我这是不对，我穿的怎么是你的衣服？你昨晚……想到昨晚有可能是宁言给自己换的衣服，江穗婉恨不得找个地缝把自己塞进去。你别担心，衣服是婢女给你换的，我府中没有女人的衣服，其他人的我也不放心给你，所以只能将就穿我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让管家出去给你定制几身衣服回来，应该快到了。娘亲，你醒了，还许都要被你吓死了。我没事了，让小世子担心了。见到父王离开，娘亲，你可要对父王好一点。昨天他派人去将军府盯着，一直等都不见你回来，着急的不行，直接跑到钟伯伯那里询问你的下落。得知你已经离开，就带着大家不停的去找。娘亲，你是不知道，父王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差点就死了，当时可把父王吓得不轻。有洁癖的他一言不发的把你抱了回来。对了，父王为了救你，替你把崔心党的毒逼出去，把自己一身的内力都消耗没了。我听怪医说的，父王接下来这2、3天都是没有内力的。他真的没有了内力？怪不得他醒来之后不仅发现内伤好了，还发现内力提高了不少。原来是因为宁言把他的内力输送给了他。对啊，所以接下来的几天还请娘亲你保护好父王。我知道父王的仇家很多，很多人都想杀他，这件事要是泄露出去，那些仇人肯定会来刺杀他的。好，我答应你会保护好你父王的，至少这2、3天我是不会让他出事的。娘亲你放心，妹妹我已经让白刹去接过来了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这2天你还是住在王府比较好，毕竟要保护父王，我又担心你想妹妹，所以就私自做主把妹妹接过来。你不会生气吧？主要是阿许觉得娘亲你受了很重的伤，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好。回将军府的话，那个坏女人又要找你麻烦了。宁许真的太不像一个4岁多的孩子了，他太聪明，完全就是宁演的翻版，做事滴水不漏，以后肯定是能成大事的人。怎么会？小世子这也是为我考虑，我还要谢谢你呢。娘亲之前答应过阿许要做阿许的娘亲，所以娘亲以后可不可以就叫阿许的名字？阿许想和娘亲亲近一点。好，听你的，阿许。
白羽哥哥，你让我说的话都说给娘亲听了。白允吓了一跳，捂住了他的嘴巴。小狮子，你可要小声一点，被你娘亲听到了可就不好了。我小声点。白允哥哥，我们这么做真的可以吗？当然了，女孩子嘛，就要从感动开始的。听了你说的那些事情，你娘亲肯定会非常感动的，你就放心吧。撞鬼事件过后，江之月算是彻底清醒过来，他严重怀疑江百言就是曾经的江穗婉。不过他现在一点儿都不害怕，他能弄死江穗婉第一次，就能弄死第二次。3天时间一到，明眼恢复了内力，江穗婉就带着小凤儿准备离开。娘亲，阿许不想让你走。娘亲，我们可不可以再留一段时间？我还想和小哥哥玩。小哥哥想要娘亲，可他也好想要父亲的。明眼虽然不爱说话，可真的和他想象中的父亲一样，他不想走，想多待几天，体验一下父亲在身边的感觉。不行，你们俩听话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见面。阿许，在王府要乖乖听话，以后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。父王，是不是你惹娘亲生气了？她怎么突然间就走了？阿许，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没有谁能够一辈子陪在另外一个人身边，他总是要走的，你也总是要长大的。可是真的不想让娘亲走，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母爱的感觉，或许太短暂了。或许短暂的东西才会让人倍加珍惜。父王，娘亲她还会回来吗？你心里想要她留下来吗？说真的，他其实挺希望江穗婉留下来的，想要让她堂堂正正的留下来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娶了她。放心吧，他会回来的。以后啊，他会一直陪着阿许，直到阿许长大成人的。宋蓉蓉看着江穗婉远去的马车，江百言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勾引誉王，还恬不知耻的在这里住下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誉王殿下是我的，只能是我的，既然想跟我抢，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能让江之月来找自己联盟，这个江百言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好了，别哭了，你知道娘亲最不喜欢你哭了，你再哭，娘亲也要跟着哭了。娘亲，为什么我没有父亲？为什么小哥哥会没有母亲？他的母亲和我的父亲是不是都不要我了？小凤儿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的父亲和阿许的母亲不是不要你们了，而是他们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。不过他们就算是离开了，也是十分疼爱你们的，因为他们化作了天上的星星，在守护着人间的亲人。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不能回家的人化成的，他们每闪一下就代表着他们的思念。所以不要难过了，父亲并不是不要你了，而是在天上看着你。江穗婉有些头疼，只能随意找一个善意的谎言来哄哄小凤儿，毕竟她都不知道小凤儿的生父是谁。娘亲，你骗人，根本就没有星星。怎么会？现在是白天，肯定看不到，等晚上到了，你就能看到好多好多星星了，所以就不要难过了。可是我好喜欢誉王呢，我想要他做我的父亲，刚好小哥哥也想要你做他娘亲，要不你嫁给誉王好吗？这样一来我就有父亲了，小哥哥也有娘亲了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娘亲？不好，一点都不好，这件事你想都不要想。明眼那样的冷面汉，小凤儿究竟是什么心理，竟然会喜欢他？什么人？出来，躲躲藏藏，算什么好汉？解药。有病吧？你们都要杀我了，你觉得我会给你解药吗？江姑娘，幕后之人说了，可以用你的女儿来控制你，但我最终还是没有那么做。我们5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我们发过誓，不会动别人的孩子。我希望你不要让我破除自己的誓言。我要如何相信你？我把解药给你，你们好了之后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到时候我女儿的安全更危险。病老鬼的武功在他之上，若是对方真想对小凤儿出手，完全可以不惊动他，到时候用小凤儿威胁他，他自然会乖乖的把解药交出去，不对孩子出手。这一点反而让江穗婉对他们5毒有了一些好感。你若是不相信，那我就只能执行第2个方案。你就算一直把他带在身边，我也有能力抓到他，到时候你也要交出解药。江百言，每个人做事都有属于他的规矩，我们的规矩就是大人的事情不殃及孩子，我们只杀大人。给你，不过我给的东西你们当真敢吃吗？你们不伤孩子，难道就不担心被你们杀了的人的后代找你们报仇吗？杀人者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，我们既然杀了人家的父母，就不怕别人报仇，能杀得了我们是他们的本事。对了，噬虫的解毒方法是还魂草，用还魂草熏烤受伤的地方，那些虫子就能出来了。下一次见面我绝对不会手软，谁生谁死各凭本事。
你要去参加国公府的宴会。见江穗婉不理会自己，是不是真的有惹江穗婉不高兴了？你不是不喜欢那种宴会吗？为什么会答应要去？我想去就去，你管得着吗？还是说国公府有你喜欢的姑娘，你怕我过去让她难堪？宁言有些懵，不明白江穗婉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火气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江之月邀请我去参加，推脱不过就答应了。你知道一些关于国公府的事情吗？可以给我说说，到时候也不至于被人算计了都不知道。宁言还真的知道，把关于国公府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他。他真的好想问问宁言，为什么会对国公府的事情这么了解？是因为那个宋蓉蓉吗？你需要我帮忙吗？白允说了，追女孩子要主动一点。什么？就是五毒的事情，你需要我帮忙吗？或者是小凤儿，你需要我帮忙保护吗？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，我只是想着帮帮你，能够保护小凤儿，也能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若是你真的可以帮忙，那就请你帮我看着小凤儿那边一点吧，我的确是有些忙，怕照顾不过来。他的人从百草谷过来，还需要一点时间，这段时间小凤儿的安全交给宁言，他也能放心。那行，小凤儿那边你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了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国公府那边你有什么疑问，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宁言一过来，目光就投到了江穗婉抓着宋玉明手臂的手上。江穗婉急忙把手放了下来。你和誉王相识？不是太熟，见过几面。老将军生辰宴，本王没什么好送的，就送你一幅沙场美人图好了。江穗婉能够感觉到宁言的心情不太好。老身参见誉王殿下，誉王殿下能来，真的是让老身受宠若惊。这画上面的是20岁的他，自己人生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，这份礼物太有价值了。老身多谢誉王殿下，殿下有心了。不客气，能让老将军开心就行。宁言不喜欢宋蓉蓉的聒噪，可宋蓉蓉不停地缠着他说话。你们看，宋小姐和誉王殿下还真是相配呢，郎才女貌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是啊，我也觉得这两人站在一起十分相配。誉王殿下从来不参加这种场合，这次竟然来参加老夫人的生辰宴，会不会是因为宋小姐呀？听到这些言论，江穗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觉得心中有些不舒服。这大家都有礼物送老夫人，不知道江姑娘送些什么？虽然我们都知道江姑娘情况特殊，不送也没关系，但这毕竟是生辰宴，不管值不值钱，总要送礼才对。送礼这种事情自然是有所准备的，大家也知道我是乡野小地方的人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送，所以就送了一些我们那里的土特产，还希望老夫人不要嫌弃。土特产？江百言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京都什么没有，怎么会需要你乡下的土特产？你是想笑死我们吗？江穗婉直接让绿柳把盒子打开，待见到里面只是几株药材之后，引发了哄堂大笑。他送的礼还真的是特产，特别有产量啊！这是月华花，生长在高山之上的悬崖边，吸取月光生长，价值连城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价无市，有起死回生的效果。万毒花是制作解毒丹的主要药引，差不多已经绝迹了，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看到，太神奇了。之前那些嘲笑江穗婉的人，此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百言呐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不能收，你的心意我心领了。老夫人就不要推辞了，不过是一点土特产，你不嫌弃就好，好好收着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既然如此，那老身就不推辞了。百言以后有时间可要多过来玩，不介意的话，跟着玉明他们叫我一声奶奶也好。你这孩子真招人喜欢。奶奶既然已经开口了，百言自然没有推辞的理由，只不过以后百言来多了，奶奶你可不要嫌弃才是。怎么会，奶奶巴不得你天天来。老身今日真的是太开心了，生辰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年轻人可要玩得开心一点，老身还有其他客人要招呼，就不和你们多聊了。百言，奶奶今日有些忙，你自己先玩着，可不要拘束，让玉明好好招待你。他若是招待不周，到时候你给奶奶说，待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奶奶，这江家妹妹我还没娶回家呢，你都这么偏心了，那要是我真的娶了江家妹妹，府里岂不是没有我的地位了？你呀，如此口无遮拦，吓到百言怎么办？我警告你，可不要欺负百言了。百言交给你了，我就先走了。百言，看来老将军是真的喜欢你，都不介意你有一个女儿，完全支持你和他的宝贝孙子在一起。你是什么打算？虽然我觉得宋玉明这人有些浪荡子，但长得帅有钱，嫁给他也算是吃穿不愁了。江穗婉刚准备回答，就发现一道视线从身后盯着自己。
这房间的装修风格完全是男子，宋蓉蓉这骗人也太敷衍。江妹妹，这是新衣，我还没有穿过呢，你先将就着穿吧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府里的婢女没用，弄脏了你的衣服。宋蓉蓉，你想干什么？有时候适当的配合一下别人演戏，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哦。疯狂的拍打着门。江百言，我说过我会让你付出代价，你不会是以为我是开玩笑的吧？今日你插翅难逃，会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再也没有靠近誉王的资格。若不是你出现勾引誉王，说不一定我们现在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。誉王殿下只能是我的，谁要是想和我抢，我一定会杀了他，毁了他。不要怪我心狠手辣，要怪就怪你不知好歹，竟然妄想同我抢誉王。里面竟然有人，你是谁啊？是这个房间的主人吗？该不会是死了吧？宋蓉蓉不会是为了嫁祸我特意杀了一个人吧？这一检查下来，他发现对方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中毒了，虽然毒性被暂时控制住，但是这个人已经成为了植物人。既然见面了，那就帮你一下吧，相逢即是缘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嘛。可是他刚准备下手，把这间屋子烧了吧。他是真的没想到宋蓉蓉这么狠，竟然想要直接烧死他。算了，活命要紧，抱歉了哈，没办法救你了。最终还是不忍心带着对方一起离开。小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我看那边火光冲天的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小姐，这谁啊？不认识，顺手救下来的，应该是宋玉明的兄弟吧，和他长得有些相似。六六，我没时间了，你带着这个人离开吧，我还得回去，不然等下宋蓉蓉把宴会上的人带过来，我没办法解释。这个人病成这样了，还有人小心伺候着，身份肯定不一般。玉珏，奶奶，火势太大了，来不及了，你先冷静一点。我要去救我的玉珏。4年前我没有来得及救他，让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把他救出来。你们2个给我放开，也赶紧给我救火，听到了没有？老夫人，你冷静点儿，火势这么大，你进去救不了人，说不一定还会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你们大家赶紧帮忙救火，我妹妹还在里面呢。百言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害了你。若不是我带你来参加生辰宴，你就不会死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罪该万死呀！没看到尸体，宋老夫人心中松了一口气。是我的人就守在这里，怎么可能让人逃走了还没有发现呢？奶奶，这里面没有看到二哥的影子，证明二哥并不在这里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。一个瘫痪的人不在这里，他又能去哪里？又是谁把他带走了呢？百言，你在哪儿啊？你是不是还活着？你出来呀，姐姐真的很担心你。虽然假情假意的叫着江穗婉的名字，但内心里巴不得她赶紧去死。姐姐还真说对了，我没事呢，侥幸逃过一劫。妹妹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，你真的是吓死姐姐了。江穗婉的命怎么这么大，这样也没能弄死你。受不了她这么虚伪的一面，让姐姐担心了。我没事，我很好。百言，你逃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顺手救了人呢？江穗婉很想告诉她真相，可她总觉得宋玉珏的事情另有隐情。奶奶，这里面就我一个人，根本没看到其他人。你看这废墟之中什么都没有，若是有人肯定会留下尸体，你说的那个人可能并没有在房间里。江穗婉真的心有不忍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在宋老夫人手心用手指写了一个活字。老夫人眼神变得快，也收得快，看样子是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会来玉珏的院子？为什么你来了之后，玉珏的房间会起火？你是不是想杀死他？奶奶，你这是怀疑我杀了二公子吗？这一切和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我都差点死在里面，而且当时是宋小姐带我过来的。若真要问为什么，还不如问宋小姐。宋小姐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为什么想毁我清白？小妹妹，你怎么会污蔑我呢？我只不过是好心带你去我的院子里换身衣服，谁知道我拿衣服回来你就不见了，我担心你的安危，才找大家一起来找你。我知道你刚刚死里逃生，心中颇有怨气，可这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会来这里，也不知道这里会走水，怎么可能会害你呢？江姑娘，我们都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宋小姐温柔善良，怎么可能会做出害人性命的事情来？这件事肯定是你误会了什么。我是第一次来国公府，你们觉得没有人带我过来，我会这么精准的找到二公子的房间在哪里吗？国公府有多大，大家想必都是知道的。我一个第一次来的人，想要在这里
走出去都困难，又怎么会知道二公子住在什么地方？宋小姐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要杀了我。我自认为没有得罪过你，而且你害我就算了，为什么连自己的兄长都不放过？怎么这么狠心？血口喷人！我好心带你换衣服，你竟然诬陷我！江百言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！不知恩图报就算了，竟然还反咬一口！就算江穗婉说的是实话又如何？有人相信吗？是不是血口喷人？宋小姐心中十分清楚。老夫人，当时我被关在房间里，房门还被人从外面锁了起来。火势之所以蔓延得这么凶猛，那是因为宋小姐的丫鬟带着人在房间上浇了火油，他们这是想置我于死地。蓉蓉，把你的婢女叫过来。奶奶，你怎么让你把人叫过来？听不懂吗？奴婢见过老夫人。说这火是不是你放的？你安的什么心，竟然要害我的玉珏？老夫人，我没有，我是冤枉的，这一切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撒谎！你在浇火油的时候，衣服上也沾染了一些。虽然你及时回去换衣服，但你裙摆位置里层依旧还沾着。弄死宋蓉蓉的话不可能，但弄死一两个他身边忠心耿耿的人还是可以的。没错，火就是我放的，我就是想杀了你，就因为你这个人的出现，害得小姐多伤心，我替小姐打抱不平，所以想杀了你。若不是你处处勾引誉王殿下，抢了原本该属于小姐的一切，我又怎么会对你动手？江百言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，谁让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？这次没烧死你，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瞎了眼，你这种人就应该死，应该早点死。我最后悔的就是没有真的烧死你。说完之后，直接掏出匕首自杀了。小云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小云已经被你逼死了。杀人者人恒杀之，他想害我在前，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国公府太危险了，以后我是不会再来。谁知道下一个想杀我的丫鬟是谁？宋老夫人，祝你生辰快乐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宁爷，你疯了吗？宋玉明很好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牵手了，举止亲密，甚至宋老夫人还想把你许配给他。你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达到了这个程度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要和宋玉明在一起了？我什么时候和他牵手了？赶紧给我松开！再不松开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凭什么宋玉明和他亲密时，他能笑脸相迎，而换成是他就是各种威胁？他真的有这么喜欢宋玉明，想要和宋玉明在一起吗？江百言，你若是敢和宋玉明在一起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我说到做到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玉王殿下，你有病就配合好好治疗，我和你什么关系啊？我想和谁在一起那是我的自由，管得着吗你？他都没有生气宁琰和宋蓉蓉出双入对，他又有什么资格生气他要找对象呢？你知道宋玉明是什么人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想要和他在一起。江百言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你蠢，还是说你无可救药。那都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管，管好你和宋蓉蓉的事情就好了。你们俩出双入对的，我都没嫌碍眼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见江穗婉在意这件事，宁琰的心情瞬间好了大半。他甚至觉得江穗婉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做给自己看，为了气他的。江百言，宋玉明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和他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以后离他远一点，知道吗？就是喜欢他，就是想和他在一起，我就是觉得他哪里都好，你有什么资格过问？宁琰被他气得不行，总觉得让他那张嘴继续说话的话，自己迟早会被气死。父王，娘亲是不是来了？父王，宁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过来打扰到了父王的好事，他来的真的太不是时候了。阿许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吃完饭了吗？阿许已经吃过了。娘亲吃了吗？府里新来的厨子做饭可好吃了，娘亲可以尝尝的。阿许听说娘亲来了可开心了。娘亲，你要是能够一直这么陪着我，那该多好。父王，你真差劲，你看我都能抱娘亲了。看懂了儿子眼神中的意思，宁琰懒得和小孩子一般计较。可以啊，娘亲还真有些饿了，今天事情多，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热乎饭。阿许可以带娘亲去吃好吃的吗？好啊，娘亲跟我来。父王要不要一起呢？随即一家三口往宁许的院子走去。娘亲，你在想什么？怎么突然发呆了？娘亲在想，若是娘亲的儿子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此时就和你一般大小，同你一样乖巧可爱。娘亲还有一个儿子？是啊，还有一个儿子，和小凤儿是龙凤胎，可惜刚生下来就……见宁琰盯着自己看，江穗婉立刻闭嘴，差点儿他就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了。都过去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阿许的厨子做饭的确是非常好吃，我今天算是有口福了。
安排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已经安排妥当了，没有人知道。姑娘要去看看吗？那位公子身中剧毒，今日就算不被火烧死，想必也活不了多久。唉，长得这么帅，可惜了。姑娘你在，他就是想死也死不了，不是吗？那是，我可是神医，这毒吧虽然有些困难，不过也难不倒我。遇上我，他算是有救了。好了，也不和你扯皮了。宋玉珏中的是天下第一奇毒，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。这种毒我之前没有解过，也没有见过这种病人，只是在师父留下的医书上见过。听说这种毒进入人的身体后，会侵蚀全身经脉，让人无法动弹，进入一种假死状态。用现代医学来说，就是会变成植物人。我听师父提过，这种毒是西域一个炼毒大师制作出来的，用的东西非常的复杂，而且特别的珍贵，所以一般是没有人会花大价钱买这种毒药的。毕竟毒药是用来杀人的，谁不想让自己的敌人死得痛苦一些？这种毒不是用来杀死自己的仇人的，反而是用来杀死自己珍惜又恨的人，想让他死，但又不忍心让他死得太痛苦。难不成还是深受情伤的人，用来杀死背叛了自己的爱人的？答对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也是这么跟师父说的，谁知道师父根本不赞同，最后就离开了百草谷。不过这宋玉珏的情况有些特殊，他原本中的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控制住了，想来是不会瘫痪才对的，可是又被人下了慢性毒药，两种药在他体内相互吸收成长，把他的身体当成了成长的器皿。他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，已经算是奇迹了。我对他反而好奇起来了，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控制那种毒药的。天下第一奇毒，无药可解，却让一个不懂药理的人压制了。这研究出来这种毒的人，肯定会被活活气死。他有预感，治好宋玉珏肯定能有很大的收获，说不定会有他师父的线索。誉王殿下，你这神出鬼没的究竟想干嘛？我还能不能有点隐私了？他就知道自己藏着宋玉珏这件事隐瞒不了这个男人，天天像个跟屁虫似的跟着他。他长得很帅。以前他不在意皮囊这个问题，直到今天听到姜穗婉夸宋玉珏长得好看，他才重视起来这个问题。没有你帅，你是天下最帅的男人，可以了吧？我要回去休息了，今天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真的很累，想休息。你还知道事儿多，那场大火差点就烧死，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哪里危险就往哪里跑。这不是有你在，所以才不怕危险吗？况且人不能遇到事就躲起来，该来的迟早要来。既然这件事推脱不掉，还不如直接面对。我从来不是怕事的人，更不是苟且偷生的人。既然他们想害我，我自然不会放过他们。听到他说是因为有他在才敢肆无忌惮，宁言的心情瞬间就好了，于是他亲自把人送回去休息。你累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宋玉珏那边的事情你放心，我会派人照看的，不会被发现的。你只需要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隐瞒这件事？我对宋玉珏也很感兴趣。西域的毒传入大周，你不觉得这其中有很大的猫腻吗？说不定救活宋玉珏能找到一些隐藏在京都的探子，然后就可以顺藤摸瓜，把不该在京都存在的人清除掉。你真的觉得我可以治好宋玉珏？你也知道的，厮杀是天下第一奇毒，无解。你不怕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，然后变成失望吗？我相信你。谢谢你。好了，你不是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派人去找我，府中的东西你想用什么随便拿。娘亲，你来了，小凤儿好想你的。我是不是说过了，让你和白云姐姐好好待在别庄，不许跑出来的？你又忘了吗？娘亲，我很听话的，只是我真的很想娘亲，所以就想来看你，远远的看上一眼也挺好的。你说过将军府是龙潭穴，所以我担心遇上危险，就来找小哥哥玩了。说那么多废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？你不过就是想来找阿许玩罢了。那娘亲都已经来了，能不能让我和小哥哥多玩一会儿？你人都来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不过小哥哥不舒服，娘亲先给他检查一下身体。小凤儿乖巧的点点头，跑到了宁琰面前。你可以抱抱我吗？江西，不可放肆。不可以吗？宁琰没有说什么，直接把小凤儿抱了起来。为什么要让我抱你？因为我觉得你和我想象中的父亲一样，所以我想体验一下被父亲抱在怀里是什么样的感觉。那你以后就留在王府陪阿许一起玩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娘亲不会同意的。虽然我喜欢你，喜欢小哥哥的，也很喜欢这里，
但我更喜欢娘亲。娘亲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行了，这次的事情我就不怪你了，没必要说这些好听的给我听。回去我再找白云算账，连个小孩子都看不住。娘亲，不关白云姐姐的事情，是我自己偷偷跑出来的，你不要怪白云姐姐。没事，你娘亲就是吓唬你。娘亲变坏了，你竟然会吓唬小凤儿了。你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宁许点了点头，把自己今天不舒服的地方都说给了江穗婉听，离开了宁许的院子。你要真的是我爹爹，那该多好！我一直都想有个爹爹，在我的想象中，爹爹肯定是个高大威猛、长得帅气的男人。毕竟我娘亲那么美，不可能找个丑八怪的。你想不想让我做你爹爹？想啊，做梦都想。可是你愿意做我爹爹吗？我真的还挺想让你做我爹爹的。想的，只不过这件事要你娘亲同意才行。你要不要帮我呢？可以呀，想让我怎么帮你呢？阿雪，你告诉娘亲，这几天你都有吃过些什么吗？他体内压制下去的毒素又被引了出来。这几日的膳食都是白允亲自守着做过来的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那些菜是管家亲自去买的，回来也检查过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。娘亲，你说我是不是坚持不了多久了？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呢？有娘亲在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活着的。身体不舒服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父王，或者告诉娘亲？因为我不想让父王活得那么累。这些年为了我的病情，父王一直都过得很辛苦，他四处为我寻找名医，花在我身上的钱数不胜数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只是没办法改变而已。这几天是我懂事以来见过父王最开心的日子，他的笑容多了起来，所以我想让他多开心开心。这些年他都没怎么开心过。娘亲，你和妹妹出现后，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开心。我有了娘亲，有了妹妹，我不再是没有娘亲的孩子，我也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。我很满足，也很珍惜现在的时光。阿雪，相信娘亲吗？相信。那好，你给我振作起来。既然有了妹妹，那你这个做哥哥的可是要保护她一辈子的。你放心，娘亲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娘亲，你可以抱抱我吗？靠在江穗婉怀里，宁许笑得一脸幸福。其实我真的挺累的，也很痛苦。娘亲，若是坚持不了了，就让我走了，好不好？听话，娘亲会救好你的。你回忆一下，这几天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有闻到奇怪的花香。花香？什么样的花香？还有吗？你带我去看看。好，娘亲你跟我来。我在王府没有玩伴，王府这么大，我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就会到处转转，这里是我经常来的地方，这里没有外人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很清静，我很喜欢。前天我毒发有些难受，又不想让父王担心，所以就想过来自己待一会儿，然后就在里面看到了一株奇特的花。娘亲，你快看，就是这株花，我之前经常有来这里玩的，不过都没有见到过这株花，但前天我来，它就在这里了，味道特别好闻，加上它很漂亮，所以我就没舍得拔掉。那天开始我就感觉毒发的时间长了起来。娘亲，怎么样了？这花该不会是什么迷人心智的花？娘亲这是被迷入了吧？没事，你别过来，我马上就好了。原本芬芳香甜的花，在被大火焚烧之后，竟然散发出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。娘亲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好臭！抱着宁许飞了出去。娘亲，那花真的有问题吗？当然了，最大的问题就在它。那种花叫隐花，大多数时候是用来观赏的，不过它有一个功能，花香可以把人体内的毒素引发出来。我听说西域的王宫里，这种花就种植在王身边，这样一来，王就可以随时知道自己有没有中毒。你也知道，身在高位的人总是很容易成为别人祸害的对象，所以他们种植这种花来保护王，相当于是个预警。那他岂不是也挺危险的？万一王中的毒非常的厉害，本来不怎么会发作的，突然被这花诱发治不好，那不是死定了？谁知道呢？好了，我们先回去吧，等下你父王回来找不到你该担心了。看来是有人想要宁许的命，也不知道这次动手的人是不是小时候想要宁许命的人。说是这次能顺着这花把罪魁祸首找出来，或许还可以找出来4年前的一些事情。你来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阿雪的病情加重了？没事，就是一点小问题，我能治好。她的毒是被东西引发出来的，之前我虽然压制了，但没有根除，所以只要遇到这种刺激性的东西，
他随时都有可能毒发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冷治就好，需要什么我去找。你说的鹤顶红，我也派人去找了，只是暂时还没有消息而已。我已经让他们加快了速度，应该很快就有线索。先回房间吧，我再替阿许压制一下，暂时先保住性命，剩下的慢慢来吧。娘亲，小哥哥怎么样了？他还有救吗？娘亲，你会救小哥哥的，对不对？我最喜欢他了，我想和他一起玩，一起长大，所以你肯定能救他的，对不对？进屋吧，娘亲要给小哥哥扎针了。那咱们快进屋，娘亲你下针的话，小哥哥一定会没事的。施针非常危险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承受着极大的痛苦，这也是我之前没有给你施针的缘故，我怕你承受不住。但是现在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清楚，若是不施针，你必然活不过1个月。现在我把选择权交给你，你能不能忍受这份痛苦？他就是个孩子，会。娘亲，我想试试，我不怕痛苦的。这些年我什么样的痛苦都承受得过来，这次也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经历了这些折磨，只要你活下来了，你的人生就会是一帆风顺了，因为这辈子你该吃的苦都已经吃过了。娘亲和小哥哥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他们没事，就是太累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你放心吧，小哥哥一定会没事的。从来没有见过娘亲给谁治病这么费力过。但是我相信娘亲的医术，鬼手神医不是说说而已的。娘亲的医术超乎你的想象。那你娘亲在百草谷的时候，肯定救过很多人，对吧？对呀，外公就是娘亲救下的。我说你要是想追我娘亲的话，可得加把劲儿啦。我娘亲的美貌是天下第一，追求者很多的。她是带着我这么个拖油瓶，也有很多人喜欢她的。不过我不喜欢她的那些追求者，那些人都是有目的的接近娘亲的。不过我很喜欢你，我想让你做我的爹爹，所以你要加把劲儿。万一我娘亲被别人拐走了，你就再也找不到她这么好的人啦。好，我努力。王爷，找几个兄弟陪我出去一趟，起来吧，陪我去做点事情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了？宁眼进来时，就看到江翠婉一脸绝望地坐在地上。宁言，我的内力没有了。放心吧，可能是之前伤到了根源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的内力一定会回来的。放心吧，我没事了，就是有些饿，有些渴而已。好，那我去给你拿些吃的。然后青烟就进来服侍他。青烟还特意把宁眼带人去给宁云川揍了一顿的事情说给他听，他听了心情好多了。怎么不好好休息？你怎么跟来了？外面那么多眼线，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吗？放心，那些人不知道我过来，知道你不会好好休息，所以我过来看看。其实你主要是想过来问问阿许的情况吧？那是其次，主要还是不放心你，想过来看看，有办法吗？查到了，想要恢复的话，需要迷幻草。好，你等我，我去给你找来。连迷幻草在哪儿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去找？就算去找，你也得带上我。迷幻草生长附近全是毒瘴，我不跟着去，你根本没办法靠近。你先把位置调查出来，我们一起去找。行，这件事交给我，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只要能治好江穗婉，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他也会想办法摘下来。阿许体内的毒是被隐花诱发的，在你们誉王府的冷宫处有一株隐花，刚好那个地方是阿许自己最爱去的。隐花是什么？你明白吧？看来有些人的手已经伸到了誉王府了，王府内已经不干净了。江百言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怎么对你自己的姐姐下这么狠的手？不是我做的。还说不是你？小月是在你院子中受的苦，隔着老远我就听到了她的惨叫声，你还说不是你做的？来人呐！老夫人，给我把这个恶毒的女人抓起来！是。江百言，你可知罪？百言何错之有？你放肆！你把小月的脸弄成了这个样子，还不知悔改，你敢说你没错？没有，她的脸不是我弄的。我江百言若是想要弄死她，轻而易举，没必要毁了她的脸这么丑，路上遇上时只会吓到我。不过做这件事的人倒是干了一件合我心意的事情，至少看到江之月你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很高兴。奶奶，你看看他，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。我怎么说也是云王的妻子，他这么做明显是在挑战皇家威严。这件事传出去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这么做是将军府教唆的，是大伯教唆的。江百言，做错了事就要承认，你自己乖乖认个错，领了罚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三叔公，百言没错，就不会认错。知月是在你院中受的伤，当时又只有你们主仆二人在，你说不是，难道还能是知月自己把自己弄成这样的？三叔公还真说对了，江知月去我院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至于是谁弄的，我不知道，不想知道。江百言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是给小月道歉，还是吃些苦头？云王殿下到。云
川，你终于来了。玉儿，你怎么了？云王殿下，这件事是江百言一人所为，和将军府没有任何关系，还请你不要怪罪于将军府。玉儿，我看看，别怕。你知道本王为了玉儿这张脸花费了多少心血吗？你竟然给他毁了，该死！江穗婉被打吐血了。姑娘，你怎么样了？云川，你会不会下手太重了？不管怎么说，百言也是个女孩子，她怎么受得住你的一掌？虽然她把我害成了这个样子，但是我真的不想伤她的性命。玉儿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被人欺负。这件事交给本王，你不用管了。小青，把王妃带下去，找宫里的御医来给她治疗。玉儿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放过任何伤害过你的人。江百言，你想怎么死？堂堂云王殿下，不分青红皂白就随意杀人，这倒是让我有些怀疑，云王妃的脸不会是你弄的，所以才故意推到我身上吧？云王殿下，众所周知，云王妃不孕不育，贵妃娘娘已经不满很久了，该不会是你也嫌弃了她，又找不到更好的理由舍弃她，所以就上演这么一出好戏，让我来替你背锅吧？若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，也是说得过去的。江百言，你是本王见过最会能言善辩的人，不要把本王想得和你一样恶毒。有没有孩子对本王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本王要的只有玉儿。江百言，作为江家人，你应该清楚玉儿的身份，随意伤害王妃，本王就是诛你9族也不为过。云王恕罪，没有管教好江百言是我们的失职，还请云王不要迁怒于将军府。云王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，给王妃一个交代的。老夫人请起，本王不是糊涂的人，知道这件事与将军府没有任何关系。老夫人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本王就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让你们自己人处理家里事。老夫人松了一口气，狠狠地打了江穗婉一巴掌。姑娘，秦言，不可胡来。可是他们欺人太甚了，这件事本来就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却要怪罪到你的头上。一个下贱的奴婢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。这一巴掌是给你的教训，好好记住了。主子说话的时候，你们这些做奴婢的是没有资格插嘴的。江百言，祸既然是你闯出来的，那自然是要你自己去解决。这样，只要你主动脱离江家，替小月把脸治好，并且永不回京都，我就去向云王殿下求情，饶你一命如何？想屈打成招就直接说，没必要假惺惺的装好人。就算是你问我100遍，我也是一样的答案。江之月的脸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若是出手，他肯定不只是烂脸。4到临头还嘴硬，真是不知所谓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呐，家法伺候。江百言，最后问你一次，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？你要不要去给小月道歉？百言无罪，何须道歉？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，给我打，打到他知错为止。那些家丁没有住手的意思，一棍接着一棍的打下来，并且还偷偷往上移动位置，直接打在了他的腰上。滚开！你们不要太过分了，我家姑娘没做这件事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直接打她，还往死里打她，你们究竟是什么居心？你们这些人，什么王爷，什么将军府的老夫人，都是一丘之貉，不过是觉得我家姑娘倒了你们的事，所以想找个理由杀了她而已，何必做这么多假惺惺的举动，让人不齿。姑娘，你别怕，秦言不会让你出事的。今天他们对你屈打成招，明日秦言就去告御状。今天的这些人，秦言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秦言，别冲动，我没事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这里也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我看你才放肆！就在老夫人准备连青烟一起惩罚的时候，一道中气十足、带着威严霸气的声音从祠堂外面响起。随后，一个高大威猛、身段伟岸的男人大步走了进来。父亲，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父亲了，他真的很想他。阿言，让你受苦了。父亲，阿言不疼，阿言就是好想。别怕，有父亲在，任何人也别想伤害你。江大将军，你就这么把人带走了，不打算给本王一个交代吗？末将参见云王殿下，之前多有失礼之处，还望云王海涵。不过末将倒是想问一句，阿言他究竟犯了什么罪，要让你们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杀了他？云王殿下，末将为大周付出了一切，如今就剩这么个女儿，云王也想把她从我身边夺走。你们皇室中人就是这么对待为大周付出一切的将士吗？贺爷，怎么对云王说话的？这件事本来就是江百言有错在先，他毁了小月的脸，小月怎么说也是个王妃，这是打天家的颜面，给他一点惩罚怎么了？二娘，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，我会自己调查清楚。这些年我看在你是长辈的份上，
不愿与你计较。但你们趁我不在想杀了我的女儿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你叫我什么？这么叫你是希望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这些年你做了什么，真以为我不清楚？如今谁要是想伤害阿言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，包括你。江大将军的意思是也要跟本王算账了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云王殿下，我女儿心性如何，我自己清楚。旁人想要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诬陷她，我自然是要死磕到底的，哪怕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我也在所不惜。累极了的他直接在父亲怀中睡了过去。大将军好气魄，今天本王还真的要定了江百言这个人，将军还是把他交出来比较好。宁云川眯着眼睛和江鹤也对上了。我若说不呢？那就只能用整个将军府为将军你的任性买单了。本王倒要看看你是选择一个义女，还是选择整个将军府。你威胁我？云王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狂妄自大，一如4年前。一听这话，宁云川脸色立刻就变了。4年前的事情，我一直认为做得天衣无缝，没想到不仅是江百言知道，现在连江鹤爷也知道了。本王听不懂你说什么，本王只要江百言。你有资格吗？不舒服吗？连本王都打不过，你那双腿留着有什么用？江之月的毒就是本王下的，你又能如何？没用的东西。江百言是本王的人，有急着想死的，尽管招惹他。将军，誉王，江姑娘内伤严重，这需要内力辅助治疗。至于臀部，还是找个婢女来替她上药比较好。不用了，我来。誉王殿下，你这……抱歉，大将军，是本王逾越了。不过本王亲自给他上药会比较好一些。誉王殿下说笑了，我女儿的事情自然是我来比较合适。誉王想要亲自动手，那也需要个理由，不是吗？江鹤也不知道女儿回京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，才会让他和誉王走得如此亲密。他觉得江穗婉还是要和宁衍保持距离才好。宁衍无力反驳，但他又不愿意让江鹤也去做这件事，两人短暂的僵持下来。好在青烟很快就回来，主动拿药瓶去替江穗婉上药。誉王殿下这腿一开始的确是有些问题，不过后面好了。大将军是第2个知道这件事的人，还希望你保密。臣明白，誉王尽管放心。两人之间陷入了沉默。他对本王来说是很重要的人。大将军，如果本王说本王要娶阿言，你可会阻止？什么？江鹤也犹如雷击，傻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白月，属下在，主子有什么吩咐？我要你去杀了宁云川。主子还请三思，如果杀了云王的话，你之前的忍让就白费了。替江姑娘报仇的话，可以用其他方式，让云王痛苦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没必要杀了他。见宁衍虽然皱着眉，但是没有发怒。有时候死是最畅快的一件事，既然是让江姑娘出气，那就做一件让她舒心的事情就可以了。主子，属下觉得不如废了云王的尊严，这样江姑娘高兴了，云王还不敢发作，甚至会极力保密这件事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愚蠢，真是太愚蠢了！母妃别生气，气坏了身子，儿臣就真的罪过了。你还知道本宫生气？你今天做的事情，简直就是要把本宫气死！本宫看你真的是被江之苑那个狐妹子迷住了，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这么愚蠢的事情，你脑子是怎么想的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过就是个义女，她的价值怎么会有月儿的大？陷害她就陷害她了，她还能怎么办？我就不相信江鹤也真敢把这件事闹大。本宫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儿子？江之月的父亲是谁你不知道吗？将军府究竟是谁做主你也不知道吗？江百言再怎么样，那也是将军府当家做主的将军一女，身价是江之月能够相比较的吗？不想着和江百言缓和关系，反而把你们之间的关系弄得越来越僵。你究竟有没有想过要坐上那个位置？江鹤也这么说也是你的前岳父，他手中的势力有多么强大，你不会不清楚。现在好了，彻底把人给得罪了，以后你再要想他的支持，你就做梦去吧！你若是真不想要那个位置，本宫去和你父皇说，趁早给你弄块封地，赶紧滚吧！母妃，儿臣知错了，求你一定要帮帮我，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母妃，你别生气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改。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你可别气坏了身子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为了那个位置，不管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，明白吗？儿臣明白了，儿臣以后一定改。儿臣回去后一定去找江百言道歉，去找江鹤野道歉，一定会求得他们原谅的。按照今天江鹤野的态度，明天他应该会把这件事情捅到你父王那里去的。明天看看情况再说，若是情况不利，把这件事全部推到江之月身上就行。胆小鼠辈，别跑！不好，是
调虎离山之计，这个人明显就是故意引我离开的。他们的目标是云王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的东西都被人切走了，臣也只能替他止住血，根本就医治不了，还请姑娘放我离开，我保证不会在别人面前吐露半个字。你胡说，你肯定是在胡说八道，庸医，你个庸医！你告诉本王，你是不是宁眼派过来的，就是为了看本王的笑话？王爷，你先冷静一点，冷静！你让本王怎么冷静？本王就要变成一个阉人了，你还让本王如何冷静？他刚踏出房门，一把匕首就插在了他的后背上。阿言，你告诉父亲一句实话，你和誉王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？你以后有没有打算嫁给他？阿言，你是个独立坚强的孩子，你想做什么我都不会阻止，唯独这件事儿，我想我需要给你一些建议。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我想让你过得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你若是真的和誉王在一起了，那么你以后的生活注定是一地鸡毛。皇宫是什么地方？有命进，却不一定有命出啊。父亲放心吧，我现在还没有达到喜欢的地步，最多就是觉得还挺不错，不是非他不可。父亲，您老实告诉我，你这次有辞官的想法，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？要变天了！江鹤野，你给我出来，赶紧出来！江鹤野，你的脑子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？你为什么要请辞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？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？这么多年，你是不是已经忘了自己的身份了？江鹤野，你长大了，翅膀硬了是吗？小时候若不是我细心照料你，你能活到今天吗？怎么，如今你有能力有出息了，就不认我这个母亲了？二娘，你不说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你细心照料过我呢。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，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还是能做主的。这个将军位置是我用血做上来的，我不想做了，谁也没资格拦我。你大逆不道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你这么做了，将军府还是将军府吗？这府里的众人可怎么办？哎呦喂，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个不懂事的孩子？你这么做有考虑过将军府的未来吗？将军府后面住着的这么一大家子，这些人可怎么办才好？二娘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这将军府是我的，而那些人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将军府不是应该只有我和阿言两人吗？父亲该不会是要把老夫人一家赶出去吧？江鹤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将军府只有你们父女二人，其他这些人不是你的家人吗？你这么做这么说，岂不是让所有人寒心了？字面上的意思，如今我不做将军，要卸甲归田了，所以还请二娘带着你的人全部滚蛋，别赖在我家。二娘，本来这件事我打算明天说的，既然二娘这么迫不及待的想搬出去，那就赶紧准备准备离开吧。说实话，将军府并不欢迎你们。出来吧，又不是第一次来了。誉王还害羞了吗？主要是阿许想你了，所以带他过来看看你。娘亲，让你受苦了。阿许现在还小，没办法保护你，但你再等等，等阿许长大了就可以保护你了。好，我等阿许你长大了保护我。娘亲你放心，等我长大了绝对不会放过欺负你的这些人的。不过在我长大之前，希望娘亲可以允许父王代替我保护你，好不好？宁琰回了个眼神，表示自己还真不知道这件事。娘亲，你不用看父王，这话是我自己想要说的。阿许就是心疼你，你这次被伤得这么严重，若不是大将军及时赶回来，你连小命都快没有了。所以以后有什么事记得告诉父王一声，可以让他在我长大之前好好保护你。娘亲不疼，阿许会陪着你的。阿许乖，娘亲不疼。小凤儿呢？没跟着一起来吗？娘亲你放心，妹妹在王府玩得可开心了。前天钟浩大伯过来这边，小凤儿见他就喜欢，跟着他去玩2天还没回来呢。去了也好，不知道我受伤的事情，他也不会伤心难过。娘亲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的仇白允哥哥已经替你报了，不能人道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询问白允，对方都不肯告诉他答案。想来想去，也只有娘亲能给他一个回答了。想了一会儿，也没想好要怎么跟宁许解释。这是尊严问题，比死了还难受。他就是你如厕的地方，所以
阿许以后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部位，就算是男孩子，咱们也不能让人占了便宜，对不对？阿许听娘亲的，一定会好好保护自己的，但娘亲也要好好保护自己。父王很担心你，一整2天就吃了1顿饭，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。娘亲，等下我陪着青烟姐姐做饭，你可以劝劝父王，让他多吃一点吗？好，娘亲答应你，一定劝你父王好好吃饭。不过你可不要向你父王学习，不管什么时候好好吃饭都是很必要的，明白吗？好，答应你。那我出去找青烟姐姐去了。宁许走后没多久，宁琰就进了房间。宁云川的事情，谢谢你。如今可好了，江之月不孕不育，宁云川又是个太监，他们夫妻2人之间算是彻底无后了。这件事真的是比杀了宁云川还大快人心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该做的。你还疼吗？好多了，我是神医，这点小伤没什么问题。这次的事情，他若是不找机会还回去，他就不是江穗婉。说起来，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才对。如果不是为了救宁许伤了根本，有内力在，江穗婉根本不可能伤得这么重。不用介怀，阿许既然叫我一声娘亲，那他就是我的孩子，救他我是心甘情愿的。青烟姐姐，我父王要是再不主动一点，我都怀疑娘亲不用别人抢就会跟着别人走，实在是父皇太无聊了。我现在真希望父王能够话痨一点，至少这样就不会出现僵局了。小世子，你忘记王爷是什么了呢？他这样才正常好不好？要是他突然变得话多起来，那肯定会吓死人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青烟和宁许被吓了一跳，转身看到江鹤野。奴婢见过将军。外公，我是阿许。听到外公这个称呼，愣在原地回不过神来。外公这是不喜欢阿许吗？为什么都不同阿许说话？你是誉王府的小世子，对吗？对啊，娘亲是不是给外公你介绍过我的存在了？看来娘亲也是疼爱我的，认可我这个儿子的，都把我介绍给自己最亲的家人了。外公只是有些震惊，并不是不喜欢阿许。阿许这么可爱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？对吧？外公喜欢阿许就好，阿许也特别喜欢外公。外公很喜欢阿许的不过现在外公要进去看看你娘亲，你先和青烟出去玩，怎么样啊？外公，我父王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他虽然不爱说话，有时候严厉了一些，但他是真的喜欢娘亲的。这2天他为了娘亲的事情一直都心情不好，饭也不吃，所以外公你能不能不要责怪父王偷偷跑过来看娘亲？人小鬼大，外公知道了，不会为难你父王的。快去玩吧，将军府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让青烟带你四处转转，看上什么喜欢的，直接给外公说，都给你。好的。小孩子嘛，有了更感兴趣的事情，自然会忘记之前的事情，所以宁许立刻就把父王抛之脑后，跟着青烟离开了。我父亲就要进来了，你不打算离开？他好像是误会些什么了。宁言本来就有些紧张，听了江穗婉这话就更紧张了，然后他就继续冷着脸站在江穗婉床边。誉王殿下不请自来，还进入我女儿的闺房，这多少有些不合适吧？不觉得？江穗婉注定会是他宁琰的夫人，她只不过是提前使用了丈夫的权利而已，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害怕江鹤野呢？江鹤野盯着他，像是要把他身上盯出窟窿来一样。父亲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老夫人那边什么情况？阿言，你就放心养伤吧，那边的事情不用你操心，我忙得过来。父亲，你就不用隐瞒我了。高嬷嬷来过了，说是老夫人不愿意搬走，装病了。这样一来，她就变成了弱势群体。你若是还继续让她离开，你就会成为别人口诛笔伐的存在。这么做的代价太大了，不妥。你先放着他们不管，等我好了再说。你有什么好主意？父亲，你就别问了，这算是个秘密。等我好了，我去把人给对付了，你就知道了。看着对方像个门神似的站着不动，他就非常不爽。誉王殿下，天色不早了，臣觉得你应该回去了。可他低估了宁琰，对方还真是厚脸皮，说不走就不走。誉王殿下的脸皮还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阿言，你告诉我，小世子是不是你和誉王的亲儿子？不是。父亲你别冲动，那真不是我儿子，我就只有小凤儿一个女儿。阿许只不过是幼年丧母，渴望母爱，然后又恰好喜欢我，
所以才叫我一声娘亲的。江鹤野现在根本听不进去江穗婉说什么，他只知道宁眼说是，加上那个孩子的确与江穗婉十分相似，所以他就认定那个孩子是他们两人的。江穗婉解释，不过是因为怕他生气。誉王真是欺人太甚，让我女儿替你生孩子，却不想负责，还把小凤儿一个人丢给他，真当我女儿没人可撑腰吗？我今天就要给我女儿讨一个公道。两人就在房间里打斗了起来。你们别打了，阿许真不是我亲儿子，父亲你要相信我的人品，小凤儿他爹是死了，早死了，真和誉王没关系，我也是这次来京都才认识的誉王。还维护他，这家伙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小凤儿和小世子的那双眼睛跟你的一模一样，还说不是？他俩年纪相仿，这誉王当真无情，一对龙凤胎，把儿子带走，把女儿留给你，算什么男人？这只不过是江鹤野的猜测，但是宁眼却当了真。白允不止一次同他说过，小凤儿和宁许的眼睛很像，只不过他没放在心上。现在连江鹤野也这么说，那这件事就有可能是真的。那么小凤儿还真的有可能是他的女儿，而江百言应该就是4年前葬身火海的江穗婉。看来有些事情不得不好好调查了。父亲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真的误会了。江穗婉心里有些难过，小凤儿的确有哥哥，只不过那个孩子被江之月带走了，落到江之月手里，他能想象到那个孩子的下场是什么样的。不是这样是什么样？你就是处处维护这个没良心的男人，出手越发狠厉。父亲，冷静一点，一定要冷静一点。江鹤野怕再待下去会被气死，只能拂袖离开。你没事吧？你就算是想保护我，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下不为例了。你关心我的前提是你自己要健康。他刚刚那么做，一点关心宁眼的想法都没有，他只是担心父亲会惹恼了宁眼，然后受伤。誉王殿下，我父亲他也是关心我，所以才会对你出言不逊，还请你不要责怪他，他只不过是爱女心切罢了。不会的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我让尚好过来看看。没事，我自己就是大夫，就是伤口被扯开了而已，不打紧，不要让他过来了。宁眼在这里，他是一点都过得不安生，可又怕得罪宁眼，只能保持沉默。宫里来人了。听到宫里来人了，宁眼还是乖乖的走到他的轮椅上坐着。这个虚伪的男人，真不知道女儿看上他什么了。这个时候他是完全不承认，以前还挺佩服誉王的，觉得他有勇有谋，有帝王之相。誉王也在，老奴参见誉王殿下。起来吧，不用管本王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侯爷不用跪了，江姑娘也不用了，皇上说了，姑娘有伤在身，下跪不合适。江鹤野接旨。臣江鹤野接旨。但江鹤野还是老老实实的跪了下去。江穗婉也准备起身下跪，可宁眼按住他的后背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将军江鹤野为国立功无数，今册封为一品忠烈侯，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0亩，钦此。臣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辛苦公公跑一趟了，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以后进宫和皇上叙旧，还要麻烦公公多照顾。侯爷客气了，这都是咱家该做的。对了，皇上还有口谕是给江姑娘的，知道姑娘受了委屈，陛下特意派咱家把宫里最好的祛疤膏拿了过来，还赏赐了很多稀罕玩意儿给姑娘解解闷儿。臣女谢陛下惦记，麻烦公公跑一趟了。姑娘放心，云王那边咱家等下就去传旨，王妃被贬为妾，王爷也被禁足3个月，罚俸禄1年，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的。这可是位了不得的姑娘，之后说不定会一飞冲天的。好了，咱家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就先告辞了。公公别着急，留下来吃顿午饭再走吧。侯爷不必客气，咱家等下还要去云王妃那儿宣旨，就不耽搁时间了。对了，陛下亲自给你提了一块匾，咱家已经吩咐人换上，侯爷留步吧。誉王殿下，你还不回去吗？臣这里只不过是一些粗茶淡饭，不适合你这万金之躯啊。山珍海味吃多了，偶尔吃点粗茶淡饭也不错。本王还没恭喜侯爷呢，恭喜你如愿以偿，得以脱身。这件事他没有同任何人说过，宁眼能够猜出来，也算是比较厉害的。父王，你和外公的关系是不是不太好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外公是娘亲的父亲，是你最不能得罪的人。你要知道，娘亲只有那么个父亲，你若是真让他不喜欢你了，以后就算你感动了娘亲，那娘亲是不是也得听外公的？外公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要是不允许娘亲嫁给你，肯定会抗争到底。
而娘亲绝对会站在他那边，这样一来你就娶不了娘亲了。哼，他敢！本王是皇子，他敢不把女儿嫁给我？宁许感觉自己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担，就他父亲这样，追妻之路简直就是路漫漫。他要是不帮忙一下，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娘亲变成自己真正的娘。父王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天大地大，父母最大，娘亲肯定是听外公的。至于你拿身份压外公，外公会在乎吗？这次云皇叔的事情你还没明白吗？外公根本就不怕这些，高人都是有脾气的，外公也不例外。就算外公真的斗不过你，迫于无奈把娘亲嫁给你，但经历了这些事情，你觉得娘亲还会真心想和你在一起吗？她只怕是恨不得杀了你吧。况且在相斗的过程中，万一出了些什么意外，娘亲不想杀了你就不错了，你觉得她会嫁给你？宁衍不得不承认，儿子说的很有道理，但就是太有道理了，才会让他觉得很难受。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懂得这么多？该不会是随口胡诌忽悠我的吧？就你整天像个木头似的，连个靠近你的女人都没有，不懂这些情情爱爱的很正常。父王，你就听我一句劝，和外公打好关系，要娶娘亲这件事就成了一半了，听我的准没错。宁衍还是决定不该相信他，就这年纪也实在是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。白玉，皇爷，这次的事情我觉得小世子说的没错，哪有娶人家姑娘还同老丈人弄得像仇人似的，打好关系很重要。听到白云语气中掩藏不住的笑意，宁衍有把这两人扔下去的冲动。看来我是真的要改变一下和江鹤野之间的关系了，也不知道处成兄弟那样算不算可以。罢了，想那么多没用，下次直接问江鹤野好了。啊，不是，谁啊？痛！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是不是阿许出事了？他怎么了？是毒发了还是怎么了？不是，你放心，阿许很好，是皇祖母出事了。我只信得过你，所以想让你去看看。他怎么会不舒服呢？没按照我之前的嘱咐好好吃药吗？不是，宁云川那个蠢货今天进宫了，不知道和皇祖母说了什么，就把皇祖母气晕了，然后就一直没醒过来。我知道你身体没有恢复，但我只信任你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请你一定要尽力治好皇祖母。你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自然是有办法的。太后娘娘有可能是没好好养伤，导致伤口恶化了，重新补救一次就可以了。韩言，谢谢你。说起来，这件事也怪我，你让我关注皇祖母的情况，是我不够细心，都没发现她的异常。臣女见过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见过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见过贵妃娘娘，娘娘万安。江穗丸本来要去行礼的，但宁衍死死地抱住他，不让他下地，他只能在尴尬中给众人行礼。上次来宫里匆忙，朕都没有给你好好打招呼。前几天的事情委屈你了，以后有什么委屈直接给朕说，没事常来宫里坐坐，就当是家里，别客气。陛下已经赏赐过了，那这些委屈就算是过去了，臣女不会放在心里。你好了，先救人要紧，废话那么多。看来誉王很担心这个姑娘。皇后明白他的意思，也跟着附和地笑了笑。皇上可不要被她的表面所迷惑，听说这江百言相貌丑陋，还不知检点，未婚就带着个4岁多的女孩，这样的人做皇家儿媳可要不得。妹妹这是哪里道听途说的乱七八糟的话呀？这江姑娘丧夫，独自带着一个女儿长大本就不容易，怎还平白无故被世人无端猜忌诋毁呢？到宁衍抱着江穗婉进来，宋蓉蓉嫉妒的都快发疯了，但知道场合不适宜，只能强行忍住。王爷，你来了。江姑娘来了，我们也就放心了，规矩我们都懂，这就出去还不滚？王爷，我留下来可以帮助到江姑娘的，太后的病情我差不多了解了，就算江姑娘不来，我也能治好的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既然如此，这里就交给你。若是皇祖母出了什么差错，就让你整个国公府陪葬。臣女知错了，臣女这就告退，不打扰江姑娘治病救人。还请你尽力一试，一定要治好皇祖母。誉王，用这种方式给太后治病本就冒险，还进行2次，你确定不会有问题？放心，这件事有我，你尽管救人，命比较重要，其他的都是虚幻的。你们不是最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吗？你既然知道我会怎么给太后娘娘治病，为什么还同意？这是生活在安乐中的人才会有的垃圾思想。边关战士谁身上没有伤？要按照这些乱七八糟的说法，他们都不应该活着，受了点伤就应该直接去死好。放心去做吧，有我在，任何人也不能伤害你。你没事吧？强忍着疼痛做完这一场手术，江穗婉是真的累，真的痛。宁野，我好累，我想睡觉。好，我带你回去睡觉，辛苦你了。皇祖母已经没事了，我要带她回家休息。
臣女江百言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江百言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臣女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在臣女看来，救治太后娘娘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只要能让她老人家健健康康的活着，用什么方式救人都可以。皇上，你觉得世俗的眼光和太后娘娘的身体比起来，哪个更重要？江百言，就算你是为了太后身体考虑才敢如此放肆，为何不同陛下商量，私自做决定？太后到现在也没有醒过来，谁知道她身体究竟是怎么样的？你拿太后的凤体胡作非为，该当何罪？娘娘，这件事臣女同誉王殿下商议，王爷答应了，臣女才敢动手，不然就是给臣女10个胆子，臣女也不敢做这件事。就算是誉王知道了，你也不该如此放肆。你自己有多大的能耐，自己不清楚吗？娘娘，臣女乃是百草谷谷主，世人称之为鬼手神医，臣女不觉得这世界上还有医术比臣女厉害之人。你说你就是鬼手神医？没错，臣女就是鬼手神医。江湖与朝堂一直都是对等的势力，只不过是不同阵营罢了。他是江湖中人，又是百草谷的谷主，皇上就是想要惩罚他，也要掂量掂量。你说你是百草谷的谷主，你就真的是他了。你说你是鬼手神医，有谁可以证明？本宫和皇上为什么要相信你的一面之词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？皇后娘娘，2年前你曾派人出宫找过我，想让我进宫为你医治，只不过我拒绝了。这事你应该还记得吧？皇后什么时候去找过鬼手神医？朕怎么不知道？臣妾，他想要孩子的心思，皇上是明白的。现在故意这么询问他，反而像是故意羞辱他的意思。他不想让外人知道，他身为一国之母，却是个不怀孕的女人。这是我百草谷信物，陛下和娘娘就算是不相信我的身份，总不会不认识这信物，对吧？百草谷在江湖中的地位很高，整个谷中皆是学医之人，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人欠着他们的人情，一旦处罚了他，势必会引起混乱。江百言，你是在威胁朕？你认为朕不敢对你动手是吗？陛下误会了，臣女说出身份只不过是想让你们放心，以臣女的医术，太后娘娘绝对不会有事的。臣女知道自己的救人方式有些大胆，可不管是哪种救人方式，重点都是把人救活，不是吗？那为何太后一直不醒？太后娘娘年纪大了，身体当然比不上年轻人，醒得慢一点也是正常的。陛下若是不信，可以再等等看，看臣女有没有撒谎。好，就依你所言。李公公，请江姑娘去天牢坐坐吧，等太后醒了，让她自己决定要不要惩罚你，如何？陛下这就原谅她了。朕觉得她说的挺有道理，救人要紧，况且她是百草谷的人，百草谷不归朝廷管，若是真的动了她，只怕是会引起江湖人士的不满。如今西域蠢蠢欲动，再招惹江湖人士，那就真的是内忧外患。皇后看不明白这件事吗？是臣妾愚笨了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有什么事等母后醒来再说。香佳妹妹，你没事吧？宋姑娘怎么来了？说吧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是来看我笑话的话，你可能要失望了。香佳妹妹说笑了，我就是来关心一下你。听说你被关进大牢，我担心你在里面过得不好，所以来看看你。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，不需要别人担心。宋小姐究竟是来看我的，还是来看这些人有没有死掉呢？香佳妹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我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会不懂？究竟是不懂还是装不懂？恐怕你心里最清楚吧。行了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可以离开了，别影响我休息。你就不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被抓来这里吗？我已经知道了。不，你不知道真相。你给太后治病用的是什么方法？除了你，还有谁会知道呢？这件事会被皇上知道，你觉得是谁说的可能性比较大？或许从一开始你就只是被利用的对象也说不定。你的身份利用起来可是十分顺手的，能够挑起江湖与朝堂的纷争，多好。宋蓉蓉说的话很明显就是在说宁琰就是利用她的那个人。给太后治病这件事只有太后她宁琰知道，如今太后没有清醒，她又不可能自己出卖自己，那说出去的人最有可能就是宁琰。宁琰若是真的关心她，只怕是早就来看她了，可是却到现在也没来，这就说明宁琰根本不担心她的安危。不过她最在意的还是宋蓉蓉的那句话，宁琰爱的人是宋蓉蓉，因为身份特殊不想连累宋蓉蓉，所以把她拉出来当作挡箭牌的，这个可能
是最不成立的，因为他深知宁言有多讨厌宋蓉蓉，可他就是忍不住，甚至在脑海中脑补出了宁言和宋蓉蓉之间的爱恨情仇是什么样的，至少也得有几万字，差点就大结局了。姑娘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那个女人是不是和你胡说八道了？没什么，他们都没事吧？没什么大事，一点皮外伤而已。不过姑娘，你的药是真的好，上药之后他们的血就真的止住了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那就毕竟是我连累了他们，还好没有伤亡，不然我真的是难辞其咎了。别碰我，恶心！一想到宋蓉蓉说的话可能是真的，江穗婉就特别反感宁言的接触。江穗婉刚刚脸上的那种嫌弃的表情让她觉得很受伤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会被带入天牢，我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人来杀你，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他从未跟任何人说过对不起，但这次却是真心真意说出来的。他觉得江穗婉就是在责怪他没有保护好他。猫哭耗子假慈悲，谁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你刻意算计的呢？誉王殿下，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，斗不过你，也做不了你手中的棋子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我帮你救人，你害我入狱，差点死在这里。虽然不公平，但也算是两不相欠了。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找我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。你究竟怎么了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是我害你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被带入了宫里，我知道了就急忙赶过来，可还是来晚了。宁言有些慌了，在听到江穗婉要和自己保持距离之后，宁言就慌了。虚伪！你誉王是什么手段我不清楚吗？只怕是李公公刚到我府上，你就收到了消息，不来救我，只不过是觉得我这颗棋子没用了，可以放弃了。只不过你现在又来找我是为了什么？是你的心上人又遇上了什么麻烦，需要拿我来当挡箭牌吗？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心上人？我的心上人不就是你吗？你还在撒谎！宋蓉蓉都来告诉我了，你们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两情相悦，你是为了保护她才故意说喜欢我。我江百言不需要别人施舍的爱，更加不想成为别人的替身。誉王殿下喜欢谁就找谁去，别来招惹我。你放心，从这里出去我就会离开京都，天大地大，自有我江百言的容身之处，我绝对不会出现在你面前，更加不会打扰到你，我会彻彻底底消。听到他要离开京都，要离开自己身边，要永远消失，宁言就害怕了，他就觉得心脏疼得厉害。震惊之下，江穗婉愣是忘记了把他推开。宁言，你疯了吧？你刚刚是因为宋蓉蓉跑来和你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，所以生气吗？江穗婉会因为宋蓉蓉生气，那是不是证明她心里也是有我的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就和你生气？誉王殿下，你利用我，还要你青梅竹马的恋人来嘲讽我，现在你又来羞辱我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没有了内力，但是不代表我可以任由你欺负。惹急了我有的是办法杀了你。你听我说，我没有利用你。宋蓉蓉会来找你这件事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你身体不好，不要生气，生气对身体不好。你若是因为这件事不高兴，我现在就去杀了宋蓉蓉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宁言耐心地哄着他，这个画面若是让外人看见，只怕是会惊讶到掉下巴。太后的治病方法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，不是你说的，皇上怎么会知道？宁言倒是想起来，自己回太后宫里时撞见了慌慌张张的宋蓉蓉，想来那个时候宋蓉蓉就是偷偷进去检查太后身体的。她想做的是借刀杀人。为了解除江穗婉对自己的误会，宁言只能把回去遇上宋蓉蓉的事情说了一遍。阿言，我喜欢的是你，所以你以后千万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什么，你要相信我。就算有什么事情我暂时瞒着你，你也要相信，或许是那件事情还没有到说出来的机会，等时机一到，我肯定会解释给你听的。听到江穗婉在天牢之中被行刺时，他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要停止了，一种无力的慌乱感蔓延在他的心上，似乎要把他的意志摧毁。哪怕是第一次上战场指挥千军万马时，也没有过这种慌乱。宁言跟他表白这种事情，他做梦都没有梦到过，这突然间就实现了，他感觉挺不真实的。阿言，我想要个可以光明正大保护你的理由，所以我们成亲吧。以前你说我不爱你，所以你不愿意嫁给我，如今我爱了你，你是不是愿意嫁给我了？对了，今天来杀我的那些人使用西域那边的毒药盐羹自杀的，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向来不是杀手购买了西域的毒药，就是杀手是西域组，不过我更偏向这是一个西域的杀手组织。事情真的是变得越来越有趣了，西域似乎已经无孔不入了呢。这次出去之后，我还是回百草谷了，你们宁家感觉要变天了，这京都接下来只怕是不好待了。谁都可以离开京都，唯独你不可以。阿言，我可以允许你拒绝我，不嫁给我，不允许你离开我，为此我是可以用一些手段的。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了？你来这里不是接我出去的吗？
早上的事情没吓着你吧？有可能是因为宁言也在，皇上又恢复了他温润如玉的笑容。多谢皇上关心，臣女没事，不知太后娘娘可有醒过来？已经醒了。昨晚的事情是朕没有调查清楚。你说的对，和生命比起来，治病的方法不必那么较真了。你医术这么厉害，有没有兴趣留在宫里做个医女之类的？他没兴趣。既然皇祖母已经没事了，这件事也过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我们就这么走了，没问题吧？那怎么说也是天子，不给他面子不太好吧？没事，你重要，你放心。刺杀你的我会很快查出来的。等这件事解决了，我就带你去找治病的药。等你功力恢复了，咱们做什么事都能放心一点，也没有这么畏手畏脚了。慢慢来吧，这件事也急不来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打听到了一些消息，只是暂时还没有准确的位置。等准确位置打听到了，我立刻就带你过去。无论如何，我要你健健康康的。娘亲回来了，小凤儿好想你。就飞扑进宁琰怀中，说着想他的话，却扑进宁琰怀中。谁能告诉他这是什么道理？还有他的女儿什么时候和宁琰的感情这么好了？宁琰的高冷人设呢？接触洁癖呢？为什么能那么自然地把小凤儿抱在怀里，就像是之前已经练习过千百遍一样？小凤儿，娘亲，小凤儿真的好想你的。说是真的想我，怎么会抱错人？娘亲，小凤儿知道你受伤了，所以才没有扑你的。娘亲，你放心，你在小凤儿的心中永远是第一位，任何人都取代不了你。知女莫若母。江穗婉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小凤儿还是看出了她的小情绪。算你有点诚意。周浩大哥，小凤儿调皮，这几天给你添麻烦了。百言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你救了我娘，你就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。你若是不嫌弃，以后我就拿你当妹子了。至于小凤儿，我娘非常喜欢她，都舍不得让她走。那就好，进去再说吧。九九，你说我娘亲和王爷叔叔是不是快要好事成双了呀？小丫头懂得真多。小凤儿，你不是想小哥哥了吗？快去找他玩吧。这次的事情你们准备怎么做呢？这件事就让白允去调查清楚比较好。京都接二连三出现西域那边的东西，这本身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。这件事我去调查吧，只是那些人都死了，调查也没有个方向。钟大哥，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毫无线索，有一个人或许会成为突破口。妹子，你快说说，从哪里开始调查？宋蓉蓉。宋蓉蓉可能和西域人有关。这一点宁言可从来没有想过。那个女人又蠢又笨，怎么都不像是能做探子的人。是这样的，今天在天牢的时候，我们差点就抓住了那些杀手，可后来他们服毒自尽了，而他们刚死，宋蓉蓉就过来了。当时就是宋蓉蓉一个人过来的。天牢这种地方，宋蓉蓉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世家小姐，怎么可能那么熟悉，那么轻易就能自己找过来了？妹子，你放心养伤，这件事交给我去调查就好了。我在这边属于新面孔，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，调查起来方便。王爷不会怪我把目标引到你心上人身上吧？我的心上人是你，别人的死活与我何干？我要休息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好。皇祖母醒了，她想见见你，你可以陪我去一趟皇宫吗？可以呀，我准备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去吧。其实今天晚上我经历的是2次暗杀，一次是准备给我投毒，计划失败后就跑了。人虽然被抓住了，但是自杀了。他自杀的方式与西域那些杀手的不一样，所以我怀疑他们不是同一拨人。你是说今天有2拨人对你下了杀手？是的，不过下毒的是谁的人我并不清楚。后来我检查过了，那毒是枯叶黄，无色无味，这种剧毒南疆那边居多，并不难求，所以来源并不清楚。总会查清楚的，一件一件的我都会查清楚的。他们这是……请罪，我们进去吧。欺人太甚！火气这么大，是欲求不满吗？此话一出，宁云川夫妇皆是变了脸色。他2次毁容之后，宁云川就彻底变了，他再也没去过他的房间。唉，这夫妻2人的眼神都很吓人。看来是真的欲求不满了。也是，这宁云川都变成了太监，还能让江之月满足，那才有鬼。臣女江百言参见太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你这孩子不用行这么大的礼，阿言还不赶紧扶他躺下。太后，臣女站着就好了。其实他的伤已经好了大半。你这孩子，让你躺你就躺。上次你匆匆一来，我老人家还没同你好好说说话，多少有些遗憾。说起来，这件事也是我的不对，我应该早点同皇帝说清楚，这样你就不用委屈入狱了。我听说你在牢中被人刺杀，可有吓到了？多谢太后你关心，不过我没事。太后应该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我们这种混迹江湖的人，这种情况遇到多了，自然就不会害怕了。你还是个孩子，就经历了这么多，真让人心疼。好孩子，以后常来宫里坐坐，我保护你。你要是不介意，就同阿衍一样，叫我一声奶奶就好。谢谢太后。好
孩子，别难过，以后有奶奶陪你，奶奶就是你的靠山。奶奶听说你的那个堂姐总是欺负你，还到处散播你的流言蜚语，你放心，奶奶不会放过她的。江之月欺负我这件事，不会是你也说的吧？多谢太后关心，我和堂姐之间就是一点小摩擦，我自己可以解决的。你呀，就是太善良了，让人欺负了也不说。不过你以前没有靠山，说了也没有用，现在有奶奶给你当靠山，看谁还敢欺负你。谢谢奶奶。这就对了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就先住在这里，我看还有谁敢来这里欺负你。好，那百言就多有打扰了，就先留在宫里，等奶奶你的伤口彻底恢复之后，百言再回去。奶奶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说起这件事情，我都佩服你这孩子，之前那些折磨我的痛苦真的彻底消失了。虽然伤口还有些疼，但和病痛的折磨比起来，这已经非常好。你小小年纪就有这么了不得的医术，简直惊人。都是师父教得好，在百言看来，什么治病方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救人。奶奶，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会在宫里守着你，要想伤口好得快，你就要听我的，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了。这次都听你的，你说的对，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，说什么都是假的。从鬼门关走了2趟之后，他发现自己还是想好好活着的。儿媳给母后请安，母后福寿无疆，还福寿无疆呢，哀家只怕是活不了多久，就会被你的好儿子给气死了。母后放心，儿媳一定会好好教育云川，保证让他以后不再犯错。他母家势力强大，太后也不会做得太过火。起来吧，你就不用行礼，打个招呼就可以了。这太后的话他不能不听，可贵妃的颜面他又不能不顾，万一贵妃把这件事算在他头上，过后给他穿小鞋也是非常麻烦的。江姑娘身上有伤，好好养伤才是。说起来这件事也是本宫的错，没有教育好儿子，让你受了委屈。这件事皇上已经派人带了赏赐给臣女，臣女已经收下，就代表着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还请贵妃娘娘不要放在心上。江姑娘是个识大体的好孩子，你放心，让你受了委屈，本宫一定会让云王妃给你道歉呢。知月还不给江姑娘道歉，她原谅你是因为她大度宽容，你犯了错自然要道歉。母妃，闭嘴，让你道歉就道歉，快点。母妃，儿臣没错，为什么要道歉？见江之月竟然敢顶嘴，胡贵妃转身看着他，眼神冰冷。好，很好。行了，你们的家事你们回去处理吧，以后你们都不要过来了，让哀家安生的活几年就好。不过哀家听说这云王妃在忠烈侯府时就经常欺负小妍，这样的消息以后哀家要是再听到，就不会轻易放过了。母后放心，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。百言这孩子，儿媳一见就喜欢，以后谁敢欺负她，儿媳一定会保护好她。这个女人好几次都想杀她，此时还弄得这么虚伪，不过是敷衍太后罢了。皇祖母，知月没有错，知月不同意休妻，知月的脸就是江百言毁的，为什么不惩罚她，反而要惩罚知月呀？就算她做不成云王妃，她也不会让江穗婉好过。住口！这个蠢货，难道看不出来太后对江穗婉的喜爱吗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儿臣没错，为什么要住口？儿臣就是没错，这对儿臣不公平，明明做错事的不是儿臣，为什么要让儿臣来承担这件事带来的后果？江百言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们别被她的表面蒙蔽了，她根本就是个不知检点的女人，私生女都有4岁多了，谁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生下来的？下次再敢胡言乱语，本王将你碎尸万段。宁琰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的王妃，你说动手就动手，不然呢？誉王殿下，本宫知道你功勋卓然，已有天下之主的气势，但也不应该把本宫如此不放在眼里。那个位置你毕竟还没有坐上去。本王说了，毒是本王让人下的，以后谁还敢胡说，这就是下场。好，真的是好得很。誉王真有天下共主的架势，本宫都不放在眼里。希望誉王可以一直这么嚣张下去，要好好活着，才有傲视群雄的资本。宁云川，我们走。你为何不给胡贵妃面子？小心她报复你。无所谓，就算没有今天的事情，她也不会放过我。你还是小心点吧。胡贵妃的父亲是当朝太傅，朝中的1半以上的文官都是他的学生。哀家知道你父皇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可能是撑不住了。自从你大哥薨逝以后，就一直没有立太子。你和宁云川之间少不了争斗。皇祖母放心，我会自己小心的。就算没有今天的事情，胡贵妃也不会放过我。关系的好坏已经不重要了。行吧，你们俩下去休息吧。皇祖母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
你的事情想必你自己有考量。臣女告退。废物，被一个女人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有什么用？本宫真不该把你带回来，你就应该死在冷宫里。本宫好心去帮你们，你这个王妃倒好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和本宫作对，我真想杀了宁云川。本宫警告你，你若是不休了这个贱人，本宫就不管你了。从今以后，你是死是活，本宫绝对看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这扶不上墙的烂泥，别浪费他的心血。母妃，儿臣知错了。可这些年来，一直都是月儿陪着儿臣，儿臣可不可以不休她，就让她做个妾也行，把她留在我身边好不好？一脚踢在他身上，把两人都踢翻在地。滚！赶紧给本宫滚！警告他最好安分守己，否则本宫杀了他。娘娘，其实王爷重情也好，不是吗？娘娘想一下，王爷以后坐上了那个位置，难免会有些不受控制，但他是个重情的人，就好控制多了。只要拿捏住命脉，人就会乖乖听话。如此，那个蠢女人就给他先留着。不过宁琰那里，本宫可就不会放过他了。你回家一趟，把这边的情况同本宫父亲说一声，不能杀了宁琰，本宫也要让他不好过，这是他得罪本宫的下场。是，娘娘。我想着你在宫里要住几天，可能会很无聊，就带他们进宫来陪陪你。阿言来了，快过来。娘亲，你起啦！娘亲，你起啦。奶奶，抱歉，我起晚了。没事，年轻人多睡会儿是正常的。真好，这俩孩子就像一对龙凤胎似的，那眼睛简直和阿言的一模一样。以前没发现，太后这么一说，她还真发现宁许的眼睛有些像她。宁许，该不会是当年我那个被江之月带走的儿子吧？4年前，他和誉王根本就不认识，对方怎么可能会好心救他儿子，还费尽心思让孩子健康活了下来。太后，女医宋小姐来了，说是来看看太后您好些没有。让她进来吧。女医宋蓉蓉参见太后娘娘，娘娘福寿无疆。起来吧。太后娘娘后让臣女来看看您，看您恢复的怎么样了。不过有阿言在这里，哀家恢复的很好。江家妹妹的医术一直都是非常了得的，我一直对她非常的敬佩。臣女也想向江家妹妹学习一些医术，可总归是不太好意思。妹妹她似乎也不怎么高兴。宋蓉蓉的这点小把戏，她一眼就能看穿。蓉蓉，你怕是对阿言有什么误会喽？阿言才答应本宫要教太医们医术呢。宋蓉蓉的脸色有些尴尬，只好转移了话题。小世子也来宫里了吗？几日不见，小世子的气色看起来好了很多，个子也长高了不少呢。有娘亲日日夜夜在身边照顾，阿许自然是好得快，长得高。得意地朝宋蓉蓉笑了起来。他知道这个女人想嫁给他父亲，做他的后娘，做王府的女主人，不会让对方得逞的。是啊，江妹妹医术那么厉害，有她照顾，小世子自然是好得快。江妹妹的医术还真是厉害，小世子的毒无人可解，可在江妹妹的手上这么轻易就解了。江妹妹是提前知道这种毒的吗？娘亲肯定熟悉，娘亲是天下第一神医，有什么毒是她不懂。想要用挑拨离间这种方法针对江穗婉是不行的。是啊，江妹妹可是天下第一神医，医术自然是十分了得的。若是能跟在妹妹身边学习一下，我的医术应该也能上升一些。不知妹妹可愿意也教教我？想要接近誉王，就只能先接近江穗婉。蓉蓉啊，你给哀家说说，这阿许和小凤儿是不是长得很像？你看看这小眼睛，和阿言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江穗婉真的是宁许的亲娘，她和宁琰4年前就把孩子生出来了。太后，厨房还给你熬药呢，臣女先过去看看。阿言放心，在奶奶心里，任何人都比不上你，只有你才是阿言的良配。孙儿也是这么想的。江百言，有事。江百言，我知道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，我是真想跟着你学习一些医术的。你留在宫里照顾太后的这段时间，可以让我跟着你吗？我可以帮你打下手，我们可以一起照顾她，让太后早点痊愈。宋蓉蓉的这个算盘，她就是还没穿越过来，隔着时空都能听到。恐怕宋小姐一起给太后治病是假，想要借助我靠近誉王殿下，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？是又如何？江百言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是誉王的良配吧？做人还是要有自知
知之明的好。你跟着誉王，你能给他什么？你的江湖身份在皇室之中一点用都没有。你的父亲已经不是大将军，誉王根本就不可能真的和你在一起。就算他现在表现的对你很感兴趣，那也只是暂时的。总有一天，他会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王妃。同样的方式用一次就可以了，再用一次对江穗婉一点影响都没有。你知道宁远为什么喜欢我，不喜欢你吗？因为我和宁远才是一路人。我们谈的是感情，而你谈的是利益。宋蓉蓉，你打什么主意我不管，你想怎么喜欢宁远我也不管。不过不要在我面前耍小聪明，看透了大家都尴尬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治疗太后的事情我一个人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你。江百言，你会后悔的。誉王妃只能是我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他不知道自己最后能不能和宁言走到一起，但宋蓉蓉是绝对不会的。毕竟三观不合的人是没办法在一起的。娘亲回来啦！你这孩子跟谁学的？怎么会有抱人大腿这种习惯？跟小哥哥学的。哥哥这么做，你就对他妥协了？那我也想这么做。你和小哥哥不一样，下次可不能这样了，知道吗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刚刚小凤儿风风火火地跑过去，说是你摔倒了，她扶不起来，我以为很严重，所以就跑了过来。这孩子想干嘛？看来我还是要亲自去问问小凤儿为什么要骗人。房门被两个小家伙拉上，随后就是落锁的声音。阿雪，小凤儿，你们俩这是做什么？两个小孩子并没有回答江穗婉的话，反而是笑嘻嘻地跑开了。把我们锁在房间里，又不说是为什么，这两个小屁孩在想什么呢？他俩干嘛？把门砸开吧。回头看了一眼宁言，江穗婉有些明白两个孩子的意思了。早点睡吧，这是皇祖母的宫殿，砸坏了门可不好同他交代。在江穗婉看来，宁言就是不想砸，就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，别说是砸一扇门，就是砸一座宫殿他也做得出来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？学人家当红娘，还用这么尴尬的方式？我真不知道，不过我很喜欢。无耻！过2天等皇祖母好一点，我们就去找药吧，位置已经打听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过2天就走。胖伯伯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当然了，这样就给了他们独处培养感情的机会，只要感情升温了，他们离成亲就不远了。小哥哥说娘亲明天会不会有小弟弟？我听说男女睡在一起会有小孩子的。宁许皱了皱眉，摇了摇头，这个问题他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娘亲，你怎么不开心？是不是怪父王带我们出去玩，没带你一起？没有，娘亲就是遇上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而已。娘亲不要不开心了，我跟你说吧，今天父王带我们去骑马了。父王说你身体还没有恢复，就让你好好在家休息。娘亲，我今天第一次感受到你说的那种策马奔腾的感觉，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。小凤儿这是怎么了？回来的时候妹妹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了，虽然父王及时接住了她，可她还是被吓到了。娘亲，都怪阿许不好，是阿许带着妹妹玩闹，才会让妹妹吓到的。不怪你，出去玩有风险是很正常的，这不是没受伤吗？吓到了很快就会好的。阿言，抱歉。这不能怪你，就算是我自己带孩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没事的，只是吓到而已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娘亲，我没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的，不怪父王哥哥。你叫他什么？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宁许叫我娘亲也就罢了，怎么现在连小凤儿也叫你也父王了？父王啊，娘亲不喜欢我这么叫吗？那我可以叫他爹爹的。小凤儿，娘亲给你说过了，你的父亲已经死了，这个不是你的父亲，所以不可以乱叫，明白吗？娘亲，可是小凤儿真的好像有个父亲。娘亲，小凤儿真的好喜欢誉王殿下，你就同意让他做我的爹爹好不好？娘亲，你就同意了好不好？这根本就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好吧？娘亲，父王是真的喜欢妹妹的，他是不善言辞，但他喜欢你是真的。你为什么不让妹妹叫他爹爹呢？明明你都允许我叫你娘亲的。我别哭了，以后你想叫就叫吧，只要誉王殿下同意。我同意。娘亲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太好了，我有爹爹啦！娘亲同意给我找个爹啦。宁言把人抱紧，总觉得心跳有些加快。我们一家4口终于在一起了，娘亲终于答应嫁给父王了，好开心好开心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父王了？你都让妹妹叫父王爹爹了，不是同意嫁给他了吗？好家伙，这一层我怎么没想到？好啊，你们3个合起伙来算计我是吧？
娘亲，你就算是现在明白了也没用，你已经答应了。大人做事情可是要一言九鼎的，答应了就不能反悔。不是男子汉吗？为什么非要是男子汉？成年人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吗？很晚了，你们父子俩该回去休息了，我也要休息了。娘亲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合伙骗你。可是我们就是太缺乏母爱和父爱了，所以才想让你们成亲，让我和妹妹能有个完整的家。娘亲，父王那么爱你，你对父王也不是没有意思，居然两情相悦，那为何不在一起呢？端允哥哥说了，相爱的两个人就是要在一起的，这样才不算是辜负老天爷给他们赐的一段缘分。以后得让宁许离白云远一点，这孩子都被教坏了。就你知道的多，赶紧和你父王回去吧，我们要睡觉了。妈，娘亲，我不等，我想和你一起睡。娘亲，你最美就好了，一定不会拒绝阿许的请求的，对不对？江穗婉真是服了，这宁许究竟是遗传谁？这撒娇本事让他招架不住啊！得了，一起睡吧，赶紧洗脸洗脚上床。好的，娘亲。你还不回去？阿言，我也想留宿，你不会赶我走的，对吗？可能是宁远的声音太具有诱惑力了，江穗婉竟然不用大脑思考，就直接点了点头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宁远已经放开他，上床躺好了。我刚刚怎么就被美色诱惑了呢？不是，你睡床上，那我睡哪？这是我的床好不好？你就这么霸占了？我根本没地方睡，好吧？又不能让我睡地上吧？大半夜还不得把我冻死？你不是应该睡地上吗？作为一个男人，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展现你的绅士风度吗？为什么要睡地上？这床这么大，足够我们一家4口睡了。还是说你害羞，不敢上床睡？笑话，我怎么可能害羞？睡觉吧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动你的。在我们成亲之前，我会尊重你的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嫁给你了？宁远不给他多说话的机会，抱着他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睡了一半，他突然惊醒过来，因为他听到了小凤儿的哭声。怎么了？小凤儿可能是做噩梦了，人没有醒，但就是在抽抽搭搭的哭着。宁远已经醒了，正把小凤儿抱在怀里哄着。看来宁远是真的喜欢小凤儿，让宁远做小凤儿的父亲，似乎也挺不错的。快睡吧，没事儿。小凤儿今天被吓到了，所以可能是做噩梦。你快睡吧。好，才重新把人搂进怀里，心满意足的睡觉。可能是相遇在怀，宁远竟然做了个春色无边的美梦，让他又再次体验到了那种飘飘欲仙的快乐。宁远，我要杀了你！这个混蛋说过不会动手动脚的，那他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江穗婉衣衫不整，宁远在江穗婉动脚的瞬间就醒，只不过是配合的摔下床而已，看得宁远眼睛都舍不得移动一下。流氓无耻！他急忙把自己的衣服穿上，用眼神凶狠地瞪着宁远。可他刚起来，打过哈欠之后，眼眶中还含着些许泪水，怎么看不像是凶人，反而像是在勾引人。一醒来就看到这么香艳的场景，忍的那叫一个辛苦。抱歉，我不知道。扒了江穗婉衣服这件事，他真的不知道啊，心里充满了遗憾。要是清醒的时候做了这种事，那该多好，至少手感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。宁远，你这个混蛋，你答应过我什么的？你说过不会动手动脚的，现在呢？抱歉，我真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，但我肯定会对你负责的。我们可以立刻成亲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江穗婉用力推了宁言几下，发现对方纹丝不动，他也就放弃了。太过分了！我发誓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不过你可以当我就是故意，就是有点可惜啊，没有清楚的记得手感是什么样的。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谁爱要谁要，反正他是不要了。江穗婉自己都没有发现，经过昨晚的事情之后，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更进一步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发现，赫赫有名的誉王殿下也是这么的无耻。男人在自己心爱之人面前都会变得很无耻的。阿言，昨晚真的挺可惜的，要不你再让我试试手感。反正在江穗婉心中已经够无耻了，那他就将无耻进行到底好了。得寸进尺，我还想再得寸进尺一些。咱们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所以就成亲吧。成亲？门外一大早来找宁远的宋蓉蓉听到这话，他们居然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也就是说昨晚他们已经同床共枕了。想到这里，宋蓉蓉眼眶立刻就红了。小姐，小姐你别哭，我现在
就进去撕碎那个狐妹子的脸，让她不知羞耻的勾引王爷。别去！现在闯进去，那他宋蓉蓉的脸就真的丢得更大了。我们走。小姐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来给小风儿穿衣服吧。宁琰没有告诉江穗婉，刚刚门外有一个小丑在偷听他们的对话，那些话是说给江穗婉听的，同时也是说给宋蓉蓉听的。他不过是想让宋蓉蓉知道他的心意，知难而退罢了。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？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阿言，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你心里很清楚，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，我们的性格相差太大，注定是没办法在一起的。我觉得我那天说的已经够清楚了，我们不适合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既然不合适，就不要开始。这几天他也不好受，有些人长进了心理之后，想要把它拔出来是需要时间的，这个过程也是痛苦的。我不允许，我想过了，你和我在一起之后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以前我的想法是对你有些不公平，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我爱的人是你，那么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身后。你若是想自由自在地飞翔，那我就为你打下一片天空；你若是累了，想找个地方歇歇，那么我就陪你归隐田园，过着平凡人的生活。和失去江穗婉比起来，什么都是小问题。我们在一起吧，我不会干涉你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和那些女人不一样，我不能用那种对待那些女人的方式对待你。阿言，我们在一起吧，给我一个可以光明正大站在你身边的身份。江穗婉没有回答，只是抱紧了他。江百言，看到皇后娘娘也不知道行礼，你就如此目中无人吗？臣女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姑姑，江百言看到你也不行礼，还打算转身就走，这岂不是太不懂规矩了？蓉蓉知道他父亲位高权重，也知道他深得誉王青睐，可这里是皇宫，你是一国之母，他如此轻视你，蓉蓉都看不下去了。臣女绝无此意，还请娘娘明察。我就是怕麻烦才想躲着这些人，没想到麻烦还是找上了我。这个宋蓉蓉还真是千方百计的想要对付我。还绝无此意，你明明就是看到皇后来了还要走，还敢说自己绝无此意。江百言，皇后娘娘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，见了她都需要行礼，为何你不用，还想绕道就走？臣女绝无此意，还请娘娘明察。江百言，你可有看到本宫？未曾。要是他承认自己看到了皇后不行礼，那就真的洗不脱这个罪名了。这古代也没个监控什么的，他只要死不承认就可以了。江百言，那你是说本宫诬陷你了？臣女不敢。是不是这么一回事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干嘛还问我？好一个不敢！江百言，你藐视本宫就是藐视皇上。本宫知道太后宠你，也知道你父亲曾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，但做人就是要讲规矩。你既然不懂规矩，那本宫就好好教教你。来人，江百言带到凤栖宫，今天本宫就亲自教教他什么是规矩。一棍又一棍的打下来，每一下都能让江穗婉疼得全身痉挛。江百言，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否则我会特别想弄死你。你们找个子虚乌有的罪名就想弄死我？宋蓉蓉，我父亲只是退隐，并不是死了。你觉得皇后会陪着你做这么胡闹的事情吗？是吗？那如果你不是死在凤栖宫呢？况且你父亲已经不是大将军了，你觉得我还怕他的威胁吗？那你可以试试，你看看皇后会不会打死我。不过你记住了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你一定会过得很惨很惨，我发誓。江百言，你还是活下来再说吧，现在的你不过是阶下囚，我想怎么羞辱你就怎么羞辱你。你敢！就在他的脚准备放到江穗婉脸上时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外面奔涌而来，把他打飞出去。宋蓉蓉掉落在地上，感觉自己就像是死了一样，呼吸困难，连起都起不来。掌风扫过，打江穗婉的2个太监瞬间就毙命了。阿言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放肆！这里是凤栖宫，本宫还没死，你就已经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吗？别忘了，本宫是你的母后，一点尊重之心都没有。阿言若是有个3长2短，本王一定会杀了他。母后应该知道，本王向来说话算话，他若不想，就最好安分守己。他忍宋蓉蓉已经很久了，就是不想让皇后太为难。不管怎么说，皇后也曾经抚养过他。可若是宋蓉蓉不知好歹，非要触碰他的逆鳞，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。